汤，其实就是活着的人一生所流的泪。因为每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会落泪或喜，或悲，或痛，或恨，或愁，或爱，点点点点点点点。孟婆将他们一滴一滴的泪收集起来，煎熬成汤，在他们离开人间，走上奈何桥头的时候，让他们喝下去，忘却活着时的爱恨情仇，干干净净，重新进入六道，或为天，或为人，或为畜。不是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喝。各位好，那对于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所谈的内容，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想要发问的？现在我们可以，现在这个时间可以。一般我习惯，大约会2到3，我每次演讲大概习惯2到3个小时。那所以今天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很快速的在今天早上把我所要讲的东西很快的把它讲了一遍。那我在想可能会有什么疏漏的地方，或者是说我有说要提的就忘记了没有的，有没有这些？或者是说你在各位在教读经的时候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在教学的过程里面有需要大家出来，就是说可以拿出来大家讨论，有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吗？好，很好。相信各位以后一定会教出很多品德身心优良健康的国民。一定会，一定会，因为今天我才跟那个台湾市读经协会的那个理事长和理事长，我们在赶去那个永康的路上才谈到，说现在这是一个好现象。怎么说是一个好现象呢？因为以往在政府很重视文化教育的时代的时候，民间反而是自主自动自发的力量不够。可是现在在政府，对于这种就是这种读经教育不是真的很重视的时代里面，竟然有这么多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没有那么夸张，谢谢，没有这样的，愿意就是说奉献出自己的时间来为这个读经教育来努力，表示我们民间怎么样自我觉醒、自我觉悟的能力已经够了。我相信这种力量才是真正基层的力量，才是真正基层的力量，而且能够支持以后如果政府有这样的政策的时候，民间的共识才够强。我相信这股力量到时候如果影响到甚至未来政府立法来支持这种质疑的时候，一定对整个它的未来的延续性、它的时间的长、它的深远、它的深度跟它的宽度一定会更够。因为包括到我们现在在座有很多小朋友是读经上来，然后有很多是在教小朋友读经了，好，所以怎么样？民间已经先接受这些教育的思想，然后才由政府再来推动。我们难是难在什么东西？难是难在例如说像交通法规啊，政府推出一个新的法规出来，然后民间根本都不适应，然后政府还得要来强制执行。例如说，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我们最近不是郝龙斌郝组长，那个卫生所郝龙斌郝组长叫我们让我这个推动的政策禁用塑胶袋，有没有？民间的反应的力量就很大哦，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对于环保的这种已经都有了一个概念了。这长时间的民间10年、20年的酝酿的时候，政府一旦推动这个政策的时候，怎么样？就推动的非常之成功。我说
当农会跟渔会相对冲突的时候，农民一上街头的时候，那时候农委会的这个主管就要下台。可是为什么当要启用塑胶袋，某个程度限用塑胶袋的时候，这些塑胶业者10几万人上街头的时候，卫生署长没有下台？因为实际上这只是真正的变成了少数人的声音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政策的推行一定会又深又广。OK， 来，我们今天就先直接开始我们的诗经。诗经哈，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在教儿童读经的过程里面，很多老师喜欢教唐诗。我觉得唐诗没有诗经来得好，唐诗没有诗经来得好。为什么？因为我个人的观点，因为诗经是你可以看得到上古时代那种民风淳朴的一种现象。好，上古时代民风淳朴的一种现象。反而唐诗啊，唐诗它是比较，唐诗它应该是，我都跟大家讲说，唐诗你要教唐诗可以，而唐诗是怎么样？唐诗是这些人作诗的这些人，他经过四书五经长远的熏陶之后，然后。唐诗在这些来听，麦克风听不到，我讲话声音还不够，因为以前在部队里面是当教育班长的啊，我还在救国团里面带过思想活动，所以说那种几千人的场合，麦克风突然间停电了，我还是有办法讲话让各位听到。后面听得见嘛？哈，好 OK， 所以唐诗是一个人他在经典的内化之后，到达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之后，他反应出来的。所以怎么样？你今天要去了解唐诗它整体的意境的时候，你可能四书五经的基础也要够。但是《诗经》是怎么样？《诗经》只是纯粹上古时代的民间的风俗的反应而已。那我们可以看一看上古时代那种道德还是很淳朴的时候，人们对于情爱、对于自己父母的、对于那种七情六欲的看法。所以我比较赞成那个老师来教《诗经》。那教唐诗的话也可以，教唐诗也可以啊。不过我还是鼓励大家教《诗经》。那我现在今天我尽量的在剩下的40分钟之内，教各位唱几首比较简单的诗经。啊，我会的曲子有12种调子。那它这12种调子呢，你只要诗经拿出来，这12种调子套进去。比如说欢喜的有欢喜的调子，那你只要看这一首诗经的内容，它是在叙述比较高兴的，还是比较哀伤的？你只要把这个调子套进去，因为它是谈到的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的，把它套进去就可以用了。OK， 我们先用最简单的，虽然它最常听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很简单哦，常听到、常看到，对不对？现在唱一遍，然后我唱一句，各位跟着我唱一句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皎皎淑女，君子好逑。曾使心采所由。
所以说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实在是内涵非常的深厚。这种对于男女情爱的叙述，它非常感受非常的丰富，有没有？可是怎么样？就像孔夫子说的，怎么样？关雎怎么样？淫而乐而不已嘛，对不对？这种就是他快乐，他有让人家觉得很快乐、很舒坦，可是怎么样？却没有那种邪淫的感觉，就是这样子。OK， 来，我唱出去，各位跟着我唱出去啊！关关雎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河之洲，窈窕淑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好逑，曾子亲哉，曾子亲哉，所有六子，所有六子，窈窕淑女，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寐求之，求之不得，求之不得，无为之故，无为之故，有才有才，有才有才，三观三策，三观三策，很好。在后面一样，曾子亲哉，曾子亲哉，所有才子，所有才子，窈窕淑女，窈窕淑女，亲舍六子，亲舍六子，曾子亲哉，曾子亲哉，所有老子，所有老子，窈窕淑女，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钟鼓乐之。好，两句了，好，来，等等。有些吟唱的非常不错。但是在教的时候，我记得我就是光是唱一句带一句就带了蛮久，你们一次就成功了。可以啊。来，我两句啊，这个唱的时候要把情感放进去，这种。你看，他这种男孩在追求女孩，然后那种感觉哦，在追求的那种情感表现的恰如其分，有没有？有没有？表现的非常。所以我说，小孩子他小的时候开始启蒙，情感开始要启蒙的时候，教他们这种男女的情感哦，很好。其实我觉得很好。现在不是在强调说，小朋友要讲性教育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那还其次，反而我们应该建立他一个正确的男女的感情观。像《诗经》里面，还有这个野狗慢草真味，都是一个很正确的男女的感情观。所以我鼓励各位教小朋友读诗经。OK， 好，来，我们两句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等一下，我唱错了。我是错误示范，唱得看好不好听啊？果然是不好听，我带的不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唱。关关雎鸠，
菜是这样子的哦，不是要那个杏仁的杏那个对，现在对，这是古代的正确的写法啊。生之心态，所有生之以来，生之心态，所有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好，来再来，同样从分支性态这边开始唱到寤寐求之。好，分支起来，分支心态，所有有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好，很好，不错。你们这班可能之前读经读的够了，所以说智商比较高一点，对不对？稍微比较快。来，再来，求之不得，注意听哦，注意听这边，求之不得，寤寐思佩，有该有该，三观三德，对不起，我念配对不对？好，这是以前我们的老师教，我爸爸教我的那个古音，就是念配的，寤寐思佩。中琴瑟九诗，我们以前念琴瑟一诗，这可能是因为我爸那个朋友教我的时候，他是汉人嘛，所以他在他的腔调，但我就习惯了唱他的腔调，所以寤寐思服我都有时候会唱成寤寐思佩，对不起。那我再唱一遍哈，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该有该，三观三德。这个求之不得要唱到要有顿的感觉 ，OK。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好。好，来，求之不得起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该有该，三观三德。后面生之性态，这个就跟前面的生之性态是一模一样的。那后面这个就不用再唱了，好，我们就把这三句再唱一遍，来，关关我们一起唱吧，对。关关，别说听话了，好像没说开始。不过很自动，加分，学习的精神很好。来，关关起来，关关祈求，在何之中？窈窕淑女，心之好修，分之心态，所有有之，窈窕
般人类这个诗经啊，它这些词跟它的曲，老祖先写出来的时候，包括它的曲，让人唱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真诚的男女的情爱，没有一点点那种矫揉做作，从这个地方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我都跟朋友讲说，我爱死诗经了，我真的非常喜欢诗经。好，所以我们再来把刚才的关雎等有感觉再来表现一次。我们从头唱到尾了啊，来，关关雎，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遥遥入云，君子好逑。曾是新采，左右流之，遥遥入云，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之路，有来有来，弹断弹成。曾是新采，左右来之，遥遥入云，星河流之。曾是新采，左右来之，遥遥入云，从不得之。从这边要谈到读经的，好，从这边要谈到读经。你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是什么？所以你要让你的小朋友读经，他才知道君子，对不对？否则的话，他只知道说这边是君子而已，对不对？那还有要让你们小朋友怎么样去欣赏音乐，好的音乐，交响乐或是国乐，否则的话，他怎么知道琴瑟友之和钟鼓乐声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中国的教育是怎么样？读经教育是一个全人的教育，全人类的教育，包括他的精神，包括他的精神的层次，包括他的音乐，包括他的，对不对？包括他的音乐欣赏的能力，包括他对于人生价值观的认定，都是必须在同一个时间去建立起来的。OK， 来，还有要不要再上面？要不要？接下来上来。来，他们也有慢跑，这是比较轻快、比较活泼的。那不用抄没关系，因为你只要回家找到那一本诗经，就可以找得到，应该是第94首跟95首。那我读一下，无论是读书读到是第几首背起来。那个诗经里面的第94首是也有慢跑，第95首是真会。啊，那这两首是比较轻快的描述。我唱一遍，我先唱一遍，也有慢跑。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声位就不教了，好，声位就不教了，我们就直接教到我最喜欢的鹿儿，我最喜欢的鹿儿，来。我要唱歌了。大家暖身一下，没事。好。夜有满草林路转起，有美丽人心相欢喜。街口相遇，
可以取的女孩子的新娘不是很好听吗？对不对？比如说姓郑、姓名，姓杨都姓郑、姓林，林新娘、郑新娘，好不好听？好听，对不对？李新娘、王新娘，就很好听啊。好，有美丽人宛如新娘，是很好听，对不对？好，来，我上一句，你上一句啊。也有满草林木花喜唱，也有满草林木花喜，有美丽人心扬欢喜唱，有美丽人心扬欢喜。雪花相遇，是我缘起，携手起来，携手相遇，是我缘起。后面一样，第二段一样的啊。来看一遍啊，也有龙头，第二段开始，这边这里也有慢跑。再说真的不要给你小孩子要慢跑哎，正慢跑。这也跑好了。好，来第二段啊，也有满草林木洋洋，唱，也有满草林木洋洋，有美丽人宛如新娘，唱，有美丽人宛如新娘，携手相遇，唱，随波相遇，彼此偕老，
非常的轻松又愉快。接下来真味，我现在看时间应该可能是来不及了，因为我比较喜欢教人家入额，因为我觉得现在孝顺的观念比较重要，孝顺的观念比较重要。真味哦，好，我上去。谢谢啦，我没有跟你教本身你是有多大，我会不好意思会给他。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因为我学了这么久，这是我第3次有机会在众人的面前唱这个。对不起啊，我唱到吓到他了。真味它是男女合唱的，所以以往我在教小朋友唱的时候，小朋友都比较没有办法，因为真味比较不容易唱。我唱一遍。真味放欢喜，是与放映空气，这边是女生唱的，女月万物啊，男生是月地主，天王万物啊，为之万海虚虚皆落，为之一起相约，生之所料，生之所愿，它是要念要对不对？我们念约，对。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但是我唱习惯了。然后以后你们要唱要唱要，不要跟着我学。好，第2段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真与伪，两情清晰，是与阴晴意，女月万物啊，是月地狱，天王万物啊，为之万爱虚虚皆落，为之一起相约，生之所愿，生之所愿，真味。再来，《诗经·小雅·入额》。我之所以会学《诗经》的原因告诉各位一件事，《诗经》我第一次听到人家唱是在唱这个上面。我有讲过嘛，对不对？那你就讲当作没听过啊，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讲下去。上一次讲的时候他也在场但有一次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大概10岁11岁左右的时候，我爸爸的一个朋友姓林林妹妹他们家是从大陆一起过来的，包括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们都有过来。然后他的母亲先去世了，后来他那一次是他父亲的丧礼。那父亲的丧礼上面，我爸爸就带着我们去参加。那个林妹妹她本身也是那种以前是小时候经验师读出来的，所以她本身的文学造诣还不错。然后当人家念完祭文之后，他是大儿子嘛，他就出来唱那个入额，唱给大家听。听到全场的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就是那一次才爱上的，我就觉得其实真的很好听。他父亲的丧礼上面他唱入额，然后唱到他自己
那个场面真的不单纯。我们现在的商品就是有五指枯木啦，要不然就是什么歌舞团啊，现在更夸张一点就有钢管啊，这真的是差很多。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有没有？我们对于文化跟影像的差异。所以我希望不能说希望有张力，这样子太夸张了。我就希望说以后很多是有这样的差异，还是有这样的差异。我唱一遍，时间好像太够。来，路者飞蛾一号，哀哀父母，什么去了？路者飞蛾一为，哀哀父母，什么老孙？民之亲，为人之事，先民之人，不如自己就义。无父可母，无母可知，出者先居，入者必进。父亲什么？父亲去我，父我去我，长我去我，父我父我，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王帝，山山烈烈，晓风烈烈，民莫不顾，我独可爱。南山月月，晓风烈烈，民莫不顾，我独可他让人家觉得，我觉得很好的地方是在对于那种回到家里面，他就这种就是从那边什么，父亲生我，母亲娶我，父我去我，长我育我，父我是我，出入是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真的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看到他这样子的这种表现的时候，我才知道，真的可能父母亲那时候没有看见什么太大的1岁小孩子，你知道说你要强迫我。但是我要说可能父母亲的恩真的是很伟大，真的要去报答。所以后来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才很认真的去，我又很认真的去想过这种路，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首。希望各位如果父母亲都还健在的话，有幸父母亲还健在的话，要好好的孝顺自己的父母。对吧？不要说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然后你还没一个报，我们不知道要去哪边报，那就真的很麻烦，对不对？好，来，我唱一句，你们唱一句哈。碌碌者唱，碌碌者飞蛾一号，飞蛾一号，哀哀哀哀父，生我去老唱。生我
飘红天天，飘红天天，明模糊糊，明模糊糊，我渡河海，我渡河海，南山烈烈，南山烈烈，飘红天天，飘红天天，明模糊糊，明模糊糊，我渡我渡哇，一次就上起来了，好，我们下课，稍微笑一下，今天下课回去就上起来了，来，我知道这个很不好学哦，这一点必须承认的，所以说，到时候，但是我在另外一边帮他们上很简单的上这个诗经的时候，最主要的我只是希望大家喜欢诗经，开始喜欢诗经，你会觉得诗经真的很棒啊！比你唐诗来讲，诗经不会让唐诗可以唱诵，诗经其实也可以唱诵，哦，那我这边有那个录音带，有录音带 CD 啊 ，CD 诗经的 CD， 到时候我在这边的地址，我到时候再寄过来。那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再来这边。那个是有版权的，所以我们就私底下大家被流传就好。那是我爸爸的那个朋友，他是之前的那个高雄师范学院里面的中文系的教授，他找他们学校里面的国乐社跟合唱团，然后他把他的调子唱给他们听，他们国乐社帮他编谱，编完了以后合唱团帮他唱，这样子，所以唱得很好听，比我好听多了，我这破我想，所以说到时候我们喜欢的，看你喜欢的这个诗经的时候，我们再来听这个诗经的CD，然后再一首一首，那主要的曲子有12首曲子，希望以后我们的读经班里面大家还能够除了唐诗以外，还可以选择诗经来教，OK， 好不好？好，来，那这样子就算了，就不用再唱了。好，我们唱一遍啊，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这一遍唱完就下课，好不好？好，来，噜噜热起来，噜噜热。
会关系我们这一个研习会，就是台南市的读经协会的理事长何理事长，他每次都给我们帮忙协助很多，我们请何理事长。各位同学们，大家好。理事长，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大？有啊，挺热哦。啊，人讲打不过到第二年哦，人家都不菜哦。因此我们今天这个单位在办这个儿童读经，相信各位老师心理上充满着动力，按大家大名在台南市读经协会它一个宗旨，小孩子一定要读经，咱大人嘛爱看，最起码要亲子游戏，因为结果我是一个家长，那我在带我的孩子的话，只有动一回事而已。那我们这个单位现在一在动的话小孩子就期要在拿去山人就起来拿去，都盖好嘛所以你看咱现在今就是讲，其实我咱即摆这个山大家拢无钱啊，都无遐钱法这环境嘛都歹。所以咱今仔那些单位在办这个活动，我们可以把那个字整天的在下去，然后去评论不是评述而已。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有信心。那在推广这方面，这个大原则问题咱唔惊啦，咱唔惊，因为咱这个儿童读经人讲足自然的，我讲阮遐有一个家长，阮读经协会迄个总干事林查囝伊咧在中国去，伊即摆是咱是咧推广这个英文读经伊安怎用呢？在时伊若要困觉之前，伊来放这个录音带。因为伊即摆伊的这之前材料袂歹虽然在咧推广这伊即摆是在时伊来放，按时咧困的时伊来放，回顾来之前有弟弟妈妈感觉拢足久怪，伊才会讲这个话。所以我是讲伫甲咱讲，咱对这个读经咱都要这样用。再到各位了解需要这方面的资讯会到我们读经协会那边有一些他们的记者我注意我们这方面去跟我们这个跟我们指导差不多要有讲讲就是讲，咱上下囡仔之前咧讲伊挑食还是囡仔咱做我们这个讲讲是意识观念，囡仔伊就不错，你今仔来讲这个黑板是对就讲对，你不能讲你里面自己来带囡仔所以咱从这个点咱今仔迄个正老来讲这个事业有限公司这它是以前的一个企业因为你若是讲，我常咧讲咱讲像咱曾经咧讲叫咱做一个儿童读经的设计读经班其实是读经协会推广一段时间起码稍微有一些成就就是讲安怎有人因为伊就是执着伊是这个读经，所以去成立一个幼儿园，伊是想要趁钱，但是伊经营唔好。有人法律较坚持咧啦所以大家就是讲，我安怎好，我来接受这读经，我安怎坚持我是这样的，这个是要是在所以我希望咱大家对咱家己一定要信心。中国人咱为21世纪它是咱的，起码比较多人较多。咱平常都要推广读经，咱若家己有成就，咱以后要造成，咱若好寡结果谢谢各位。现在杨老师，再请杨老师给我们提供最后的一个宝贵的结语各位前辈，各位班上的同学，大家好。不好意思，我以前在做在平常活动，所以站起来拿到麦克风不刷爆，我会觉得很难过。我最得意的门生就是西山有名某个编剧，这是我教出来的，所以很多人都相信说这是读经的功用，这是
思考的能力会变得比较灵活，而我们可以从一句话里面去衍生出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出来，因为这东西要听在有用。那但是我要讲的重点不在这边，真正的重点我是觉得，第一，我觉得真的非常高兴。现在的读经的盛况，就是当年我的理想。我当年在我念书在我当兵念书的那段时间里面，我就已经曾经想过，未来我希望能够教一般读经班30个学生，这30个学生长大以后变30个老师，他再教30个学生，这样子我就有900个，然后这样子一直传播出去。可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么快就成功了。但是我并不，当然是真的大家一起努力的。所以读经这种事情是一个，也要感激各位，因为让这种梦想提早能够实现。那第二就是说，我们每次都在谈读经的坚持，怎么样坚持？其实我们不用坚持。各位知道，修行这条路，我们只是找回我们原有的东西而已。所谓的修行，只是把我们原来的那颗摩尼宝珠的光明重新展现出来。读经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我们只是把原有的属于中国的教育，再重新的把它展现发挥出来。所以请各位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我相信下一代的小朋友，当他30、40岁的时候，我们中国不管是政治、社会、经济任何一方面都是非常的清明。我们可以看得到世界未来的希望就在这边。谢谢各位。由以上各位老师的一再的提供他们宝贵的经验、心得，还有智慧的结晶，会受大家一致的肯定。每一位在座的人也是一致的认同，对不对？你肯定，我肯定，大家一起肯定。你努力，我努力，大家一起来努力推导，好不好？好。不要忘了，不是只有教小孩子读经，我们家庭要读经，大人也要读经。我希望我们的家庭更怎样？歌声、笑声、读书声，这个有更好的一个读书环境。回去呢，家里不止儿童读45经，也可以音乐读经，也可以呢，父慈子孝，修有弟恭的读生活道的经，这个是不是最好？父慈子孝，每个家庭父母引导的最好的一本日常生活书，这样是最棒的。这个孩子的以后的这个素质，还有孩子的教育一定非常的好。那就是呢，我们以前种植的，所以这个经也要用在我们身上，没办法，所读的如果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我们一生就受用无穷。最后呢，我们是跟这个宗教跟阿弥的回安的干了，就叫了就决定把它公认出为对的，最后。因为呢，家里呢作为老师，在这里很多，这是很好。俺国家包括中国，以来，咱的国家在进口然后领导和产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已经考过完了，应该是3年前，咱就来开始落实这个看。不要紧，咱现在来落实，不靠他，完了，这样来学校的这种古装剧、大约吧，也是泰国放在我们学校，也看过用过，现在现在大约已经把咱这个输出方面也提高很多，也对小学就开始。用在国家做的时候，我
有过来把所的学校拢已经封了。啊，这就是啥？咱经济影响。所以因此，咱未来我们中国人，咱一贯都，只有国民的时代，这是很重要，对吧？所以咱唔通看轻大事情。咱未来充满了希望。咱前老师讲，这届中国人是不是叫天过的方式？咱中国人绝对袂输啦！咱自古以来，这个福建县开始5000多年来的历史，这种真正正，这是真正先进的科技，对吧？先进的科技，咱无爱去发挥出来，唔敢去发挥出来的原因是啥？因为这阵西洋先进的国家，它大家已经有种生化武器，爱摕去用啥？这将来就要出产。这个发明者，实在讲，去做去会使甲讲，唔知几万代子孙拢爱去搭上，对吧？所以中国，咱的现实对象就是用伦理做的，就是伦理无法度人坚固的话，科技就是比较发达，科技发达，世界的发展，人类的繁荣，所以这么样弄，原来是咱过去现实的看法，正确啦，所以社会有新的人。拢家己安尼自我安怎？自我家己袂输讲，咱真正咱历史遮悠久，叫咱中国人拢家己安尼看，看到拢无力，有当好汉听着讲，毋是看无去，是找无这个人传，对不对？自古以来这个大道嘛单传独修，毋是大家拢会当对人，对吧？你讲的是啊，较早的科技，咱若安尼连传落，咱中国爱受遭受迄个制约，非常苦。所以咱中国固守的这是天，这是天。怎么来？咱的伦理道德，咱的一贯天道的真理，它全面性，这是天。在英文啊，互你连要甲走嘛走唔了，你要甲讲嘛讲唔了。日经来读本文9月上经，前元兴历经，初九占良的阳，9日献良在田，李见在田。93君子将日天息铁6无咎，今世血液在因无咎，9飞良在天，李见在人，上9抗良有悔，上9见君良不朽节。传话再在天元，万物自死乃通天，分行有时，天物流行，在灵相死，若为时行，时行若良以如天，天道变化各种性量，和合太和乃离经，小出事物万国含量，相话天行变，君子以自强不息，善良不扬，阳在下也，欠良在田，即是土也，将之清乾，欢合得也。
血液在烟，心不救呀，飞龙在天，在人可呀，抗凉优惠，病不可救呀，永救，天别不可维修呀，文言话，管家先的重呀，先家杀的回呀，理家理的和呀，先家死的干呀。君子批人，足以良人；xã會足以合理；禮物足以合宜；經過足以善事。君子行處事的下，國話田管興地天，何久善良不用何為呀？是話兩邊的恩者呀，不要何事不行何名，恩者不問，不見事的不問，不要行事，要即隨事，他何必不可發，善良呀，就是話善良在人，利見在人，何為呀？是話兩邊理性兩者呀，用言之行，用行之行，含下準之行，現在理不法，結託理化，即話善良在人，利見在人，君別呀，第三話君子將日清田。鐵略的不丟，何為呀？是話君子盡的修業，良心所以盡的呀，修福的之行，所以故業呀，知，何有知呀？知將知何有真義呀？是個故上為理不教，在下為理不要，各天天有的是理去，誰為無救應？在邊理性的為呀，是話上下不相會為下呀，進退不行會離君呀，君子盡的修業，欲的事呀，過不救。叫我話飛龍在天，利見在人，何為呀？是話當相相應，當體相救，水就是火就是魂將良，空將好，聖人作理萬不錯。任何天下群相，任何地下群下，皆各種之理呀。相救話抗良優惠，何為呀？是話貴理不為，非理不明，現人在下為理不負，是以當理優惠呀。善良的用下呀，善良在點是下呀。相的天權相屬呀，血液在煙是去呀，飛龍在天相比呀，抗良優惠講之在呀，天管永久天下之呀，善良的用之將中，善良在點天下文明。相的天權無時改行，血液在煙，天德難結，
飞龙在天，乃为何天地？抗良优惠，不时改革。天元永久，乃见天节。天元者，是兴者也；理经者，性情也。天时灵异，利利天下。不言所理，在于在。在天下，光见良正，天垂天也。良牙发挥，当通正也。虚心的良，亦有天，分行无事，天下平也。关注以行德为行，亦可见之行也。天之为言也。论理理听，听理理行，是以君主合用也。君主合以自治，论以编制，宽以固制，仁以行制，亦话天良在天，利见在人，君德也。第三，良光理不彰，上不在天，下不在天，各天田，应其时日天，随为无救应。就是良光理不彰，上不在天，下不在天，上不在人，各协之者，理之者，各无救。苦在人下，无天地合其德，无日光合其名，无四时合其数，无归行合其必险。先天理天为，后天理后天时，天天为，理后有人好，后有归行好，后之为言也。以进理不必退，以准理不必动，以必理不必送，以愚性人好，以进退尊王，理不是基见下，以愚性人好。关注有望，先别何地，自理虽然一边，光多上顶，安静见，穿滑自在空观，万不不相，乃顺行天，欢贺拜物，即刻不将。含行降大，天不含香，顺马地雷，行地无疆，有顺理将，关注有行，真理实地，何顺必祥，虽然必准，乃有理行，当不上顶。乃将有权安静世界，应得无疆，相话地势宽，关注以后别在物，他了衣裳见边时，相话衣裳见边因是营也，顺地基的地见边也。六字是康大，不是不利，相话六字之当，第一康也。
六三含将可将铁将昂树，无形有将相话含将可将以时发也，铁将昂树是光大也，六树不当无叫无有，相话不当无叫心不害也，两我方向关结，相话方向关结文在中也，上了两善有也，基血现行，相话两善有也，基道中也，用了利用将相话，用了应将以在中也，论人话。观自有理光也光，自经理健康，何必自理优祥？看万物理化光，坤德之顺和，先天理是行，一生之家必有无情，一生之家必有无用。行起之君，处气之父，非一雕一石之果，其所由来者相异，有变之不可变也，亦或理当根定之，盖然顺也。一机正也，方机义也，君子敬以一类。利益行为，敬义律理则不高，是康大一些无不利，则不利之所行也。因随有理行事，以将昂事合感行也，邪道也，邪道也，心道也。邪道不行，理大有将也。天道变化，可不换；天道变，天人运一换。发扬无求无有，盖然之也。关注行中同理，性为具体，理在其中。理强有事机，法有事业，理之自样。因义有言必见，分之险有无言也。各千两人，有利利之人也。各千黑人，虎行红者，偏道之责也。偏险之地行。知道端，观现理将，不用有昂，理见好，传话，观光有虚高理难行。然后相中在相将，理物之中观营，天可科满，理更好理不灵。相话，权理分，关注以经纶，何久传还，理固正，理更好。相话。随团环，其形成也；以鬼下降，在结理也。略字真如真如，形马般如，分可分果，如此正不如，是连乃如。相话，略字自然成功也。是连乃如欢祥也。六三，这个无故一日不灵中，君子之不如下王令。
王前也，君主下旨，王人强也。若是相马犯如，又分道，王杰无不利，相话其利恶名也。又闹天地歌，小正节，在经香，相话天地歌是利公也。上了相马犯如，接下连如，相话接下连如，科科中也。三飞王，王将空傲叫当王，当王叫我朝水靠，再三上，不接不靠，离将宽话王。山下有险，险离子，王乡，一乡乡是江也。空我叫当王，当王叫我是应也。初水靠，一公江也。再三道，不接不靠，作王也。王一样性相公也，相话三江出战，王君主一个性欲变，除了发王利用行人，用法即靠以安人，相话利用行人以正法也，就是包容家。立夫家，自出家，相话自出家，防止着也。3. 不用妇女见政府，不要讲无有理。相话不用妇女行不顺也，若是困难的，相话困难之理。作王事也，若我当王嘅，相话当王之家，天意顺也，上九即王不利无靠，利无靠，相话利用无靠，上下顺也。
15年已可治，相约15年该在归业，父母必可敬神不待人。若是事有下，出自下，相约事有下，顺意听也，骄傲事有就是精格，相约就是精格，以标正也，上了入有下，有不足之缺。3人来，言之相结，相约不足之缺来，言之相结，虽不当为利大事也。大人不留下大川，川话上江下险，险离间，上一呼是贴边格，江来的不江呀，上不可行呀，离间大人上边行呀。不离下大川，日有烟也，相话天有水对行，相君子以作事无事，错了不应所负，孝有言相结，相话不应所负，相不可表也。虽孝有言，其变灵也。92不可相，虽离多，其一人300号无性。相话不可相，归波传也。私下相相，欢喜吉也。若三是旧德，相热相结。是将安师不旋，相话是旧德，相结也。知识不可相，学结连，无安相结。相话学结连，无安相不是也。骄傲相关结，相话相关结，以中正也。上九学是传代，相表3体是相话，以上受好，也不足敬也。无叫江山石连。
也，往山石面怀万邦也，绿山紫叶有诗香，相话紫叶有诗大武功也，绿树紫果树无叫，相话紫果树无叫，李氏祥也，良我陈友琴，李十元无叫，相子叔叔，何子有诗清香，相话相子叔叔以中行也，何子有诗字不同也，上了大官有名，开国成家。小人无用，相话大官有名，以正讲也；小人无用，必乱邦也。水地地。应将无叫，一年风来何故乡？传话是吉也，是虎也，他顺祥也。愿是愿应将无叫，以公中也。一年风来上下应也，何故乡是得祥也？相话。地上有水，是先王以前万国千诸侯，错了有夫，是之无救，有夫应好，将来有他结，相话是之错了有他结也，若之是之做了先结。相话必须做嘞不做实也，若山必须非人，相话必须非人不也相好，若是为必是先结，相话为必有贤以将相也，有貌。天子王用三区，失前情，一人不改。也相话显必之节，为正将也。夏日出生，失前情也，一人不改。相思中也。上亮，是之无秀香，相话。是之无秀，无法中也。相话福字多，
第二节呀，第二天合作，相话天合大将，也不就是呀。第三，夫托学，夫妻反驳，相话夫妻反驳，不良性食呀，若是有夫吃体贴的。无见相话有夫贴切相合之呀，有我有夫乱如负义之人，相话有夫乱如不得负呀，相救事物之处，相别在夫经的希望，官司相向，相话事物之处，别在呀，关注经向，应所宜呀。天经女，女何必不得人香？看话女女讲呀，一日用好强是以女何必不得人香？光中正，女的问题不就光明呀？相话上天下变女，君主已经上下成理智，可救少女望不救，相话少女之昂，或相关呀。就是你的谈谈有人情节，相话有人情节，两不自然呀。第三，了良是特良女，女好比不人香，女人为有大根，相话了良是不叫伊有灵呀。特良女不叫伊无形呀，一人之相为不当呀，女人为有大根是讲呀。就是你好比谢谢相结，相话谢谢相结是行呀，有我乖女听的，相话乖女听的为正当呀，相救是你可想第三关节，相话关节。在相在有情呀，是天台。带来热香翻话，太消暗带来热香，这是天地高的难得通呀，上下高的机智懂呀，内阳的为阴，内奸的为顺，内君子的为小人，君子得中。小人的小呀，相话天的高台，可以改成天的之德，互相天的之理，以德有良，可救干妈如一直对清洁，相话干妈清洁是在过呀，第二高方用冰河。一下为新郎一向有彰显，相话大方一向有彰显，以共大呀。第三，
行不偷，无妄不学，干净无咎，不识之夫，无事就好。相话无妄不学，天地自也。若是天天不负一之灵，不改一夫。相话偏偏不负在世事也，不改一夫，良心观也。良我对于归命，依据观者，相话依据观者，相依行观者，相了。天下无行，不良事一色名相定。相话天下无行，治病观者。天地辟。非人不离君子间，才往消来。看话屁的非人不离君子间，才往消来。一是天地不高，你万物不通也；上下不高，你天下不邦也。对阴的卦阳，对有的归光，对小人的归君子，小人得表，君子得小呀。相话天地不高，譬君子以前的自然，不可言喻的。错了，我毛主一直对天色天，相话我毛天色。世代风雅，若以高贤小人者，在人辟乡。相话大人辟乡，不乱供养。若三包修，相话包修为不当呀，就是修量无咎，有理智。相话有量无咎，自行也；有妄有屁，在人者，地亡，且有报生。相话大人之者，为正常也；上九天地天地可喜。相话必将一天可车表也。天会放人，放人无呀天，你这代川，你君子间，传话放人有的为，一将的应好钱，话当人，当人话放人有呀天，你这代川，天行呀。人民一种用情的人，君子敬呀，以君子连通天下之志。相话天污会动人，君子以为作辩论。可救当人无人无救，相话不闻当人有谁救呀？若是当人无当人，相话当人无当人得呀。有三学良无忘，心的格量三者不相。相话学良无忘，是讲呀三者不相，安行呀。就是心的阳和铁刚的。相话
星期阳，二不缺呀，季节一困离方节呀，因我当然先和得离好家，大夫吃上午。像我当然是先思想节呀，大夫上午两上节呀，上九当然有教不会，像我当然有教自理节呀。飞天大雁，大雁观天传话，大雁有的尊位，代表一向下扬之话，大雁记得光见，离本领先后。天地实行，是一观天，相话会在天上，大有君主以恶用善，顺天救命，初九无教害，非救，三即无救，相话大有初九无教害呀，有二。大姑依在有昂不求相法，大姑依在即将不败呀。有三光阳向有天主，小人不缺。相话光阳向有天主，小人害呀。有四会地旁无救。相话会地旁无救，灵变实呀，良我夸父教主为如家，相话夸父教主善意发自呀，为如之家，无理无必呀。上九诸天有时皆无不利，相话大有上节，福天有呀。第三天。天君主有将传话，天香天道下地的光明，地道地理上行，天道开阳的一天，地道变阳的六天，归神海洋的福天，人道恶阳的好天，天尊的光。知理不可度，君主之将呀。相话地中有三天，君主以所得一卦。天不定时，错了天天君主用血大宽节。相话天天君主第一主目。若是明天清节，相话明天清节相先节呀。有三无天君主有将节，相话无天君主三民学呀。若是无不利回天，相话无不利回天，不为节呀。良我不负一之灵，利用鲜花无不利，相话利用鲜花情不合呀。上了明天利用形式情一个，相话明天自利节呀，可用形式
千一国也。对的李建华杨树番话公用的地形顺一档顺一档和天的不地地方建华杨树好天的一顺档和如果不过历史时不贴圣人一顺档一生发天的面学有经是义大义在相话累出地份有先往以国家公正稳定之上的以培所可好了联合相话好了联合自强相也若是该有些不相之经济相话不相之经济以中性也若三其有会其有会相话其有有会为不同也有事有才有事不宜平心相话有才有事是大行也若我先是行不是相话若我先是成功也行不是相离龙也上了名有成有如无救相话名有在上何可中也见雷水水原香离香无救看话水风来离下游风河一水大香香无救你天下随时之意在意在相话若中有雷水君子以相会日宴相可久官有如天劫出门高有功相话官有如相正直也出门高有功不是也若是下小子是丈夫相话下小子不欠有也若三下丈夫是小子虽有就是离不正相话下丈夫是下下也就是虽有下正向有夫在道以灵所救相话虽有下志向也有夫在道灵光也有我ผู้有家嘅相话ผู้有家嘅文正中也上了ผู้下是乃将以致往用相嘅地山相话ผู้下是上中也
里留下孙儿子过完经的天下第一，你这大川往有数呀，先加3日，后加3日，相这有事，天行呀，相话山下有行过，关注一千年玉蝶，错了干夫之果，有主客无求，未相嘅，相话干夫之果，以贤可呀，就是善乐之果，不可将。相话干乐之果，一定得呀，求三干夫之果，逍有会，无大求，相话干夫之果，相无求呀，略事如夫之果，安健灵，相话如夫之果，安未必呀，让我干夫之果用有，相话干夫用有。先依别呀，相叫不服王河，各相其父，相话不服王河，只可接呀。这年。连贯相离相，是有八卦有相传话，连光线离中，一日顺光中离影，大相一见，天一道呀，是有八卦有相，下不久呀。相话一相有地廉，君子以道事不强，用多民不强，初九含廉相加，相话含廉相加，自行正呀，九二含廉加无不利，相话含廉加无不利，利分廉呀，略三年无有利，四有事无求，相话3年为不重呀，四有事又不重呀，略说4年无求，相话4年无求为重呀，略我4年大军之余呀，相话大军之余相之为呀，上了敦廉家无求，相话敦廉之家自在的呀。有夫用药传话，在官在相，顺利顺，用情以观天下，官理不全，有夫用药，下官理化呀，观天之心德。李主席不贴，将人一心的设教的天下福义，相话
方向地上，愿先王以圣风冠名色照，过了公关，小人无救，君主人，相约错了公关，小人得也。六字归官利如正，相约归官如正，亦可笑也。六三官我相进退，相约官我相进退，面色得也。六四万国之光，利用兵王，相约万国之光。上宾也，救我，关我相，君主无救，相约关我相，官名也，上九，官之相，君主无救，相约官之相，是利平也。归类四卡，四卡将利用个，看话一中一不话，四卡利香，公有分放利良，对变合利香。有一种理想想，谁不当为利用的呀？相话对正色卡，先昂一边发热化，可叫孤高别起不救，相话孤高别起不行呀，若是社会别别不救。相话对夫别别成功也，六三四六家无多，小人无救，相话无多为不当也，就是世间事，一件事二间经结，相话二间经结二讲也，让我世间家。一行经将来无救，相话将来无救必当也。上九恶道本理相，相话恶道本理通不明也。关话思乡，由来日文光，故乡春光相离文游，故小离悠悠往，天文也，文明以至人文也，关乎天文以他思辨。
关乎人文依法行天下，上话山下有会是君子以命事成，无敢不欲初九是君子，下居离道。上话下居离道，义不成也。若义是其师，上话是其师，无相成也。就三如如应性节，上话应性是节，将不是灵也。若是是如不如，便马汉如，非可分果。上话若是当为理也，非可分果，将不有也。两我只有求完，作别渐渐灵相结。上话两我之结有是也，长久别是无救。上话别是无救，相识是也。宽话作也，有进讲也，不离有往，小人上也，顺利自治，官上也，君子相交是平息，天平也，上话三户有地，相依河下安贴。错了不同意着列清香，上话不同意着依列下也，若是不同意见列清香，上话不同意见离有有也，若三独是无救。上话独是无救，是上下也。若是不同意互相，上话不同意互出见在也。若我关乎以将人听，无不利。上话以将人听，将无有也。上九。结果不是君子必有，小人不如。上话君子必有，人所在也；小人不如，将不可用也。对哈，相出的无是，原来无救，欢学记得，出的来学，理有昂，欢话学相，讲欢，讲理以分享，是以出的无尽。原来无救，欢学记得，出的来学，天平也，理有昂，讲中也，学几件天地之心好，上话雷在地中学，先王以自日为官，
相路不行，好不兴风。土九不安好，无智慧缘见，相话不万事好，以求真也。六字修福见，相话修福之见，以下人也。六三变好令无求，相话变福之类，义无求也。六四相行独好，相话相行独好，以相得也。六五敦厚无悔，相话敦厚无悔，相依主客也。上六礼好，相有在性，用行思，相有在代，以及国君相，只有十年不缺正。相话礼合之相，还君得也。天雷无望，无望观天理将，机会将有相，不必有昂。传话无望讲自归来，理为主有罪，当离间，公中而应，大兴以正，天之命也。机会将有相，不必有昂，无望之昂何之意？天命不由行而在，相话天下雷响，不有无望，先王以莫对时，欲万物。初九无望昂家，相话无望之昂必之也。六字不惊吓，不足无，则理有昂。相话不惊吓，理乎也。六三无望之灾，则喜之流。相连之地，一连之灾，相话相连必流，一连灾也。九父可将无救，相话可将无救，各有之也。九毛无望之节，无药有喜。相话无望之样，不可取也。上九无望情有相，无有理。相话无望之行，强之在也。大听理听不假设，理识大川，川话大跳光剑，作识回放，一心之别，共相理相贤，两之间大情也，不假识者两贤也。天在山江大跳，关注以德行行，以跳
字条。初九有个字语，上话有个字语，不还在也。九字有托号，上话有托号，中部有也。九三两马吊，二三将话汉有话，二有有昂，上话二有有昂，上合字也。六字当有字，靠关键。上话六字关键有喜也。六马欢喜之间也。上话两马之间有情也。上九二天之故乡，上话二天之故二大行也。三对语。关于自求可惜，传话以精简，用情节节也。关于关之所用也，自求可惜，关之自用也。天地用万物，圣人用贤，以及万民，以之时在以在。上话山下有雷，以君主以行言语，皆因是。初九下密灵故，关莫得宜乡。上话关莫得宜，也不足贵也。六字便宜，福建有求宜，经乡。上话六字经乡，强是类也。六三福宜，经乡。一年不用，无有理。上话一年不用，二大背也。六字点一点，好事淡淡，机约着着，无救。上话点一之格，上是讲也。两马福建，孤清家。不可惜在川，上话孤井之家，顺以上上也。上九有余的家，离惜在川。上话有余的家，大有情也。别康大德，大德当老，理有有昂香，传话大德大家个也，当老分外热也，讲个理中。顺利的行，理有有昂，难行，大个之时大意在。上话别什么，大个关注以独立不苦，本色无问，错了家用鼻毛无丢，上话家用鼻毛。留在下也，九字高阳成体，老夫一记如车，无不
味。上话老夫如车，可以上有也。求三放老乡，上话放老之乡，不可以有富也。求四放良家，有他人。上话放良之家，不饶学下也。求五高阳鲜花，老夫得必属乎，无求无有。上话高阳鲜花，何可救也？老夫属乎，也可修也。上了各色月饼香，无求。上话各色之香，不可救也。看为水，一看有火，一心香，香有香。宽话一看用险也，水流的不赢，香险的不是其性。以心香，乃以光中也。香有香，光有光也。天险的不可香也，地险山川求名也。肮脏失险，以守其国，险之是用大义在。上话水正治适看，君主以上必行，是教书。错了适看，亦有看淡香。上话适看亦看，适得香也。叫字看有险，有晓得。上话有晓得，未出中也。第三，来自看看，险请进。亦有看淡不用。上话来自看看，将无功也。六四尊酒愧意，用好入药自由，将无救。上话尊酒愧意，光柔者也。叫我看不赢，是地边无救。上话看不赢，用力大也。上了斜阳灰烈，只有终结三岁不得香。上话上了识得香三岁也。离为会，离江天却并流见，川话离地也。如果地何天，一国车多地何套，表明以地何强，乃化成天下。有地何中正故乡，是以却并流结也。上话明亮作理，大人以结明者有四方。初九，你
然经一部叫相话密托之境，伊被朝野六字方理原价，相话方理原价得中道也。九三日节之理，不可好日歌，即大节是家乡。相话日节之理，何可救也？就是不如既来如，分如数如体如。相话不如既来如，无所用也。两我出车得着，切下着见相话两我之家，离王公也。上九王用出兵有家，接受协会之手无救。相话王用出兵，以正当也。现在开始读下经，第三行。父女间传话，含感也。忧伤离讲下，离去感应已相有。四夜男下女，是以天离间，父女结也。天地感离但不发声。圣人担人心，为天下和平，观其所感，为天地谈不之情，可见矣。相话三相有德含，君子以夫受情，错了含其母。相话含其母，是在罪也。六字含其回，乡故结，相话随乡故结，顺不害也。九三含其果，一支随往人，相话含其果，亦不处也。自在随人所接下也。九四将结辉煌，匆匆往来，并将秘书。相话将结辉煌，未敢害也。匆匆往来，未共大也。九五含其门无悔，相话含其门是利也。上了含其父结舌，相话含其父结舌，偏可杀也。雷行田，乡无叫离乡，离有有往，传话行救也。江乡离流下，雷行相有。顺利当江流改应，乡无叫离乡，就有记得也。天地之道，成就而不易也。离有有往，将则有事也。
一挂一天里面丢掉，自己变化里面丢显，圣人不无记得，里天下化显，观其所行，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相话类方行，关注依列不一方，错了顺行相向无有理，相话顺行之相，世界清雅，旧日辉煌，相话旧日辉煌，连旧中雅。旧三不言其别，且行其修相离，相话不言其别，无所用也，旧事便无情，相话旧非其为，安必情也，良我行其别相，互人格，互助相。相话互人相加，相益而相也；互助这义，相互相也。相了进行相，相话进行在相，大无公也。天翻顿。端香笑里江，宽话端香端里香呀，公共为里养，无喜情呀。小的江，心里重呀，端的是意在意在。相话天下有三端，关注一万小人，不恶理言，错了端理的，不用有往相话，端理之的。不按何在呀？了知一字将空有之节，莫之相约。相话一样空有过之呀。叫三下顿有节的却心切的。相话下顿之的有一代呀，却心切呀。不可代数呀，就是好顿关注的小人球，像我关注好顿小人球呀，就我加顿增加，像我加顿增加比经济呀，上叫回顿无不利。相话会端无不利，无所以呀。对天在唱，在唱离江川湾，在唱在家中呀，讲一种各种，在唱离江，在家中呀。现在离天的之前可见矣，相话累在天上在中，关注理会的婚礼，初九
常有子，正向有父，相活常有子，肌肤强也，九字相结，相活九字相结之中也。九三小人用重，君主用猛，将来地用出宽雷之上，相活小人用重，君主猛也。九四相结辉煌，宽国不雷，常有大有之后。相活宽国不雷，上旺也。良我放养有义无悔，相活放养有义为不当也。上了地养出宽，不能退，不能随，无有理，甘直结。相活不能退，不能随，一常也。三直结，就不常也。花果树。空河用色马还事，少日三下，传话真是也。名出地上，顺利地何大名？有真理上行，是以空河用色马还事，少日三下也。相话名出地上，见君主以主交明白，错了进如退如相结，忘乎如无救。相话进如退如，独行正也。如无救，未受灵也。若是进如求如相结，受主解惑无期往尾。相话受主解惑以中正也。若三相运辉煌，相话相运之时相行也。九四进如色处将来，相话色处将来为不当也。良我辉煌，失别不失，安结无不利。相话失别不失，安有情也。上九进之家，以用法业，礼节无救将利。相话以用法业，得利公也。地火名义，名义离干将传话，名日地中，名义对本名离过如顺，以往大难，文王意志离干将，会之名也。对难离名正之志，基础意志。相话名日地中，名义君主以义上，用火离名。初九名义有非，随之也君主有形，三日不食，有往，主人有言。相话君主有形，义不食也。
用字名语已有多个，用金马总结。像话用字之家，顺伊一夜九三，名语有难受，一句大小不可直将。像话难受之字，乃在一夜，略说亦有所好。是名语之心，有出文章，像话亦有多好，实心意也，让我基础之名语理经，像话基础之经，名不可识也，上了不明火，初定有天，后日无地。像话初定有天，教事国也；后日有地，失节也。荒废家园，家园离路江。传话家人女性为何类？男性为何类？男女性天地之大义也。家人以严君言，父母之为也。夫妇主子，兄兄弟弟，夫妇离家得正。应家理天下正义，像话方主会出家人，君主一言，有不履行有行。初九含有家会亡，像话含有家自变也。六字无有水，在中开正格，像话六字之格，顺伊顺也。第三家人学会的格，父子喜喜相邻，像话家人学利息也，父子喜喜。一家的呀，了是富家大家，像话富家大家，顺在为呀。叫我安着有家无说呀，像话安着有家早相爱呀。上九有夫为奴，相结像话为奴之结，欢主心也。花姐姐，这小夫家传话。会当理上，一当理下，理路当顾，机智不当行，一理理合名，有智理相行，一将理言合讲，是以小事嘅，天地嘅，理基夫当也，男女嘅，理基智通也。男女嘅日子夫类也，这就是用在与在，像话上会下跌嘅君主以党利益，初九会亡，放马不着自学，见恶人无救，像话见恶人以避救也。救字无主有行无救，像话无主有行，利息得也。六三见无
的基友者，基人邀请伊无托有将，相话见有的为不动也，无托有将如讲也，就是结果无怨夫教夫皆无救，相话教夫无救自行也。让我辉煌发光社会往何求？相话发光社会往有情也，上九结果认识辅导再归一句，先将之好，何脱之好，非可分果。往古物之家，相话古物之家，君于同也。春山见，见离西南，一离三宝。你见大人，见见团话，见难也，见在前也，见见地灵地，地已在，见离西南，往北中也，不离东北，地得中也。你见大人往有光也，当为圣洁，以正当也，见之是用大义善。相话山上有水见，官主以欢心修正，错了往见来有。相话往见来有理太也，若是往行见见，非将是个。相话往行见见，将无有也。九三往见来还，相话往见来还，累喜之也。六四往见来连，相话往见来连，当为实也。叫我大见平来，相话大见平来，以中直也。上了往见来些，你见大人，相话往见来些。现在对也，你见大人，以将贵也。对海里昂合街。离西南无所往，期待学嘅有往，熟嘅团往，海险与动，当离免何险，海离西南往北中也，期待学嘅乃北中也。有往，熟嘅往有讲也，天地海里雷雨作，日必做破木盖家成，海之时大已在，相话雷雨作，海君主以下个有罪。错了无救，相话
柔之者，义不求也。求字见血三河，一方士相见相话，求字相见必中道也。63夫妻相必可治，相邻相话，夫妻相亦可笑也。自我必可，由谁求也？求是害离不，秉之夫妇。相话害离不，离当为也。让我君子以有害，结有夫有孝人。相话君子有害，孝人退也。上了公用色顺，有各用之上，色之不离。相话公用色顺，以害背也。三节顺，顺有夫冠家，无咎可将，利有往，合之用，利亏可用享。传话顺下一相，积德上行，顺利有夫，冠家无咎，可将，利有往，合之用，利亏可用享，利亏应有时，顺光一有有时，顺亦言夫。有时在行，相话三下有德顺，君子以订婚一约，初九意思传往无咎。约顺序，相话意思传往相合之也。九字是将相屈顺一致，相话九字将容易为之也。63三人行，即顺一人，一人行即得之应。相话一人行，三即二也。64顺之节，私传有之无咎。相话顺之节，亦可喜也。让我协一之，是秉之故，屈克为原则。相话让我原则，自相有也。上九屈顺一致，无咎。相结利有往，必行无加。相话屈顺一致，大吉事也。利有往，利息在传话，亦顺上一下，民亦无疆，自相下下，积德大
知有有往，良情有情，理识大川，莫得难行。结当理顺，日进不僵，天气地升，基业无方。幻业其德，无形改行，相话风雷也。君子一见成一片，有个一解。初九，你将为大众。关节无救，相话关节无救，下不可思议。六字血液字，是平之故，复切为正正格。往用相有地天，相话血液字，如为来也。六三。一字用相思如旧，有夫中行，各讲用归。相话一用相思，各有之也。六字中行，各讲用，利用为一全国。相话各讲上以一字也，骄傲有夫回心，不问关节，有夫回我德。相话有夫回心，不问是义，回我德大一字也。上九莫一字，一字，日心不行。相话莫一字，偏负也；一字，如未来也。别偏怪。永无往情，呼喝有嘞，各不言，不离得良，理有有往，传话怪或也，讲话有也，见离一，或离合，永往情，有性我讲也，呼喝有嘞。以为乃讲也，各不言，不离得良，所想乃讲也，理有有往，讲中乃讲也。相话别相有天怪，君子以事乐一下，故得一天。初九，上有见子，往不相为救。相话不相离，往救也，救离撇喝，莫也有良不说。相话有良不说，即中道也。第三，上有求有香，君子乖乖。独行无误，若无有恩无求。相话君子乖乖，将不求也。就是本不负，吉祥处处，天阳辉煌，文言不信。相话吉祥处处，威不动也。文言不信，聪不明也。骄傲。行得乖乖，中行无求。相话中行无求，中日讲也。上了无好将有香，相话无好之香，将不可中也。
传话过牛也，柔无光也，不用自女不可有中也，天地相无，天不含中也，光无中正，天下太平也，古一时义在义在，相话天下有风故，何以是命可数风？破了下有今年经济有往，见向类似乎直多，相话下有今年有得钱也，有时包有福不就不离心，相话包有福。你不直边也，就三短无夫，自行做出，地无大就。相话自行做出，行如天也，就是包无福，气象相话，无福之相万人也，就我一句道瓜含将就问属天。相话少我含将中性也，少问自天是不下定也，相救各自家面无救，相话各自家相长人也。有了你见在人相离相用在相识，你有往传话对出也，顺一光中离言过出也，往就有了你好相也，你见在人相处以情也，用在心家，你有往顺天命也，观其所住，离天地万物之间可见应。相话则相有地水，君主一度用气，在不如，错了有福不将。乃乱乃水，若可以恶为下，不出往无救。相话乃乱乃水，只是乱也，若以应节无救夫，乃利用欲。相话应节无救，相以变也，若三kun如假如无有的。往无救，小人相话往无救，相顺也，就是大节无救，相话大节无救，为不动也，叫我虽有为不救，恢复原应将回望，相话虽有为是你讲也，相了。知足体语无救，相话知足体语离安相也。用见大典，不说南京的
弯弯绕一时先，顺利顺，光中利应，是以大天。中见大人，不说有情也，男性格自行也。相话地中成木，成君主以顺德，节孝以个大，错了温馨大家。相话温馨大家相合时也，就是苦乃利，用药无救。相话救治之乎有喜也，救三相呼应。相话相呼应无所疑也，六字往用相有其三。无救相话往用相有其三，顺序也。两我相隔相介，相话相隔相介大吉事也。上了良相，理有不识之争。相话良相在上，小不好也。跌水困，困香香。大人家无救，有言不信传话。困公掩也，险以言，困力不是其所向。第一君主何，将大人家以公中也。有言不信，上可乃中也。相话别无水，困君主一地良水之，错了顿困有度无，日有修国三岁不到。相话日有修国修不平也，就是困有救赎，诸佛方来。利用相思，将相不救。相话困有救赎，中有情也。六三困有色，故有一个。只有其中，不见其车相。相话故有一个成功也。只有其中，不见其车不相也。小事来迟迟，困有坚固，人有将。相话来迟迟，志在下也。谁不当为，有无也。叫我如我困有切合，乃迟有的利用世事。相话如我。是的也，乃其有也，以中的也，利用这事受福也，上了困有甲雷，有的月华同会，有会间隔，相话困有甲雷利同也，同会有会结行也。
日子亦未确定，来其平向川话顺河水里上水正，正用的不强也，该也不该正，那一公中也。日子亦未确定，只有讲也，来其平是意向也。相话木上有水，正君子一个人看上。除了正义不是，就正无情。相话正义不是下也，就正无情是下也。就是正国适乎往北路。相话正国适乎无有也。就三正别不是为我心切可用贴，王明并修之后。相话正别不是相切也，求王明受福也。了事正求无求，相话正求无求受正也。求我正的寒寒时，相话寒寒之时中正也。上了正修不忘，有负原节，相话原节在上，大成也。别会见。附近乃乎原将离将会亡，传话借水火相识，二女同居，其志不相识，话结。附近乃乎吉利事事，文明以下，大兴以正，吉利动。机会乃亡，天地吉利自时成。空母吉命，顺和天地应和人，吉之时在而在。相话别将有会见，君子以地列名时，图求强用红油之见。相话强用红油，不可以有为也。若是夫人乃结事，相结无咎。相话夫人结事，行有家也。求三相向正礼，吉言三寿有乎？相话吉言三寿有何之意？救赎辉煌有乎？改名家，相话改名之家，信之也。叫我大人可别离间有乎？相话大人可别基本定也。上了君子百百，小人吉命正向。故正结，相话君子百百，基本为也。小人吉命，顺意将军。辉煌定。官家乡，官话定相也，衣不顺会，平林也，圣人平一相相对，以大兴以用圣贤，顺利礼不同名，而
尽理想前，即将于迎福光，是以元兴。相话木上有火顶，君子以正为明令。除了顶天子，离随体，必车以基础，无求。相话顶天子，离背也。离随体以将贵也，九字定有事，五九有节，不五零节节，相话定有事，心所之也，五九有节，将无有也，九三定义节，机行事，彼得不息，风雨。开火将结，相话顶义节，四季日也就是顶节着合工作，机行相话合工作是如何也？两我顶方面，金贤理性，相话顶方面。中以为实也，上九定欲贤在家，无不利。相话欲贤在上，共有直也。进为雷，进香，进来切切，飘然一日，进江接力，不丧悲痛。传话进香，进来切切，相比福也。悄然一日，可有节也。进江得利，经万里苦逆也。出开手动了下节，以为废主也。相话见雷进。君子以强苦修行，托求进来切切，和悄然一日结。相话进来切切，强比福也。悄然一日，何有节也？六字进来的一送背，这有9年。目标thiết định bị相话进来的成功也，六三进所说，进行无限，相话进所说为不动也，九四进随你，相话进随你离光也，六五进往来的。亦无常有福，相话进往来的运行也，其实在中大无常也。上了进速速是酷酷，正向进不有其中，有其人，无求坤固悠然，相话。进速速中立直也，随向无求，为人在也。见为山。
见其背，不识其心，听其听，不见其言，无求传话，见此也。时至则至，时行则行，当将不识其时，其道光明。见其知，知其所也，上下得应。不相恶也，是以不识其心，听其听，不见其言，无求也。相或见三见，君子以说不得其位，错了见其知，无求理应正。相或见其知，未失正也。若知见其回，不见其随，其心不快。相或不见其随，离退清也。九三见其罕，得其言，得分心。相或见其罕，违分心也。若是见其心，无求。相或见其心，知足强也。若我见其苦，言有事回亡。相或见其苦，以中正也。上九敦敬节，相或敦敬之节，以何将也。空山江，江不归家，离江传话，江之尽也，不归家也。尽的为往有功也。尽以正，开正当也。其为功德之中也。事理顺，当不强也。相或山上有宝，占君子以孤贤德成效。错了封占有干，小子的有言无求。相或小子之类，义不求也。若是封占有权，应是侃侃食。相或应是侃侃，不所报也。就是封占有了，夫将不好，夫因不要，相离无靠。相或夫将不好，离君秀也。夫因不要，失其道也。利用无靠，顺相报也。若是封占有目，值得其家，无求。相或值得其家，顺以顺也。叫我封占有灵，夫三岁不应，将目之成格。相或将目之成格，必所愿也。上九封占有了，其有可用为宜格。相或其有可用为宜格，不可乱也。对接归门，归门相向，无有理，传话归
天地不高，你万物不生，规满人一将死也，一一动所规满也。正向为不动也，无有义有成功也。相话吉祥有雷为满，君子以应将地者，图求规满以体，可能你。正格相话规满以体以行也，可能你格相成也。叫字了然是。离修人之间，相话离修人之间，离变相也。63规满意思，反归一体，相话规满意思未动也。94规满天机，敌归有时。相话天机之志，有态之行也。65第一规满，知君之命，不如知体之命强。我希望也。相话第一规满，不如知体之命强也。其为在中以贵行也。上了。汝成空无实，富贵阳，无邪无有利。相话上了不实，成富空也。轮回行。吉是不要你一中团话康，大也名一中国康。往吉是上大也，不要你一中，你就天下也。一中即是我赢即是天地应付，有时消息。你行有人好，行有鬼神好，相话雷电大事，行君子以职业之行，初九无一配子，随顺无咎，往忧伤。相话随顺无咎，各顺在也，良知行之道，日中见道，往的理解，有夫发作见。相话有夫发作，成意发事也。93方之态，日中见面，即是有功无咎。相话方之态，不可代事也。即是有功将不可用也。94方之波，日中见道，故其依主也。相话方之波，为不动也。日中见道，休不明也。故其依主德行也。65来将有庆有德，相话65之格有庆也。上了方之恶，报之家，鬼之好，克之无情，3岁不得香。相话方之恶，天地上也。鬼之好，克之无情，自爽也。
母。路小香，路尖剑，团话路小香，有的中学话，离分学讲，这个的学名是以小香，路尖剑呀，路的是义在义在，相话。山上有火，如君子以明心用行，你不流药，脱掉不瑟瑟，书记所处在，相话不瑟瑟，是强在也，若是不得处，怀其处，必当朴正，相话必当朴正，将没有也，叫三不分其处，丧其当朴正的相话，不分其处，亦意相异，一路无下，第二上扬，就是路无处，一己主妇，我心不快。相话路无处，离的为也，一己主妇，心不快也，让我一彼一死亡，将以有命，相话将以有命，上大也，上久，妙分其宝，女人先巧何等，上游有异香。相话一路在上，第二分也，上游无异，将目之本也。顺为行。顺小香，你有昂，你见大人传话，中顺以心命，讲顺学中见，你自行。有该顺学讲，是以小香，你有昂，你见大人相话，随康顺。君子以心灵行事，错了进退，离母人之间，相话进退是离也，离母人之间是离也，就是顺在床下，用事无分着，结无救，相话分着之结。一中也叫三，并顺令，相话并顺之令，是强也略事辉煌，编写三品，相话编写三品，有功也叫我整洁辉煌，无不利，无托有将。善经三日，好经三日结。相话叫我之结，为正中也。上九顺在床下，送其主妇正香。相话顺在床下，上中也。送其主妇正好香也。
顺和天，利应和人。一以善民，民亡其乐；一以患难，民亡其事。一时代，民权义在相活，礼节对君主一并有公信。初九，和对节，相活和对之节，情理一样。就是虎对节，虎王相活，虎对之节，心是也。六三内对相，相活内对之相，为不动也。六四相对理灵，再是又是相活。小事之喜有情也，骄傲虎有博有利，相活虎有博为正当也，上了应对相活，上了应对利光也。了地下大川，地间川话环境，往来的不讲，就是为何会的相同。往就有了，往难在中也，地下大川，成果有功也。相话方向对象。凡身昂一向有地立了，除了用金马种嘅相话，除了是嘅顺也，就是凡喷自己火王相话，凡喷自己失愿也，六三凡是将无悔。相话凡之将自在过也，六事凡之滚完结，凡有求非以所事，相话凡之滚完结共大也，骄傲凡汉之大好，凡昂孤无求，相话昂孤无求。正为也，上九凡之血，气切切无救，相话凡之血，还害也。水别正。这香可食不可香，团话这香风有分离，风一中可食不可香，只得讲也。一意形象，当为一者，两性一通。天地十二数时行，11各多不相白，不害人。相话一相有水，是君子一切所多而不行。初九不出和平无救，相话不出和平，是同食也，就是不出文平相，相话不出文平相，失事结也。六三不出了，结家若无救，相话不出是家，有是救也。六四安息乡，相话安息之乡，成
上道也，叫我甘直结往忧伤，说话甘直之结，故为中也上了可直正向回望，说话可直正向基督长也。空的丈夫，丈夫吩咐家，你这大穿衣镜，看话丈夫有大个，你讲的香一顺，夫来话当也，吩咐家。先就吩咐也，你这大穿上六九夫也，丈夫一里间乃任何天也，相话直相有方，丈夫君主以礼的万事，初九吾家有他不言。像我初九吾家是里边也，就是联合在因基督何时，我用好笑，我有你力气。像我基督何时中心关也，六三必必，学高学大学切学高，像我学高学大为不动也。若是国之王，马匹王无救，像话马匹王在人上也骄傲，有乱如无救，像话有乱如为正上也上救，汉阴正有天正向，像话汉阴正有天何可中也。对三小个，小个天地间，可小事不可大事，为了为的因。不理想以下大家，传话小个小家个理行呀，个一理经无实行呀，有的中是以小事的呀，讲是为理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呀，有为了是相应。为了为的因，不理想以下大家，相约以下顺呀。相话三相有雷，小个君子以行各何将，双各何爱，两各何欠，错了为了一向，相话为了一向，不可如何呀？若是各之作，我之必；不就之官，我之行，我就相话；不就之官，行不可得呀。第三，不可行事，强是强事相，相话强是强事，相如何呀？就是不就不得，我是按的一改的样应经，相话不得我是为不当呀，按的一改将不可想呀，让我离婚不误自我最高，光业夫必在切。
生活离环不误意上也上了服务个是开了利是乡是为在省，生活服务个是意抗也。水会记者，记者先小李间，超级将乱番话，记者先笑下，先也李间方有建立为动也，超级刘一中也。相继结乱，记得讲也。生活水在火上，记者关注医师患的有红事，喝酒。一个人如其比如叫生活，一个人如不叫也若是丰富机会，目标去接也。生活出一是一定多也丢三，各种法规方3人确实小人的样，生活3人确实才也若是，所有义如将日改，生活将日改有所以也丢我，当人不如不如说人之欲。是小记号，生活当人不如不如说人之时也，是小记号，这带来也上了如其小的生活，如其小的可可少也。理者先小可一者如其理无有理，看话理者先留的中也小可一者理出中也如其理无有理。不小心也随不当为风流应也，相话会在水上比赛，关注一心并不孤行，除了如是理理，相话如是理也不是结也，就是一个人相结相话。就是正价，相一形正也。63理者正向，理色大川，相话理者正向为不动也。就是正价开放，信用法规项，3人有相有大高，相话正结开放自行也。让我正式回望关注时光优夫的，像我关注时光智慧的呀，上叫优夫有因就无叫，如其手优夫实施，像我因就如手也不必的呀。四卦端上篇，犹太
节然后又乾坤，又乾坤然后天地是为定缘，故修是以乾坤是缘，修天地然后万物生缘，行天地之间者以万物，故修是以尊者用也。尊者不自是生也，不生是亡，故修是以亡。亡者亡也，不是地也，不地不可不用也，故修是以书。书者应是之道也，应是必有相，故修是以相。相必有将体，故修是以书。书者将也，将必有所比，故修是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调，故修是以相调。不调然后有理，故修是以逆。逆而泰然后安，故修是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相通，故修是以辟。物不可以相辟，故修是以动人。有动人者，物必归缘，故修是以大有。灾者不可以迎，故修是以谦。有大力量谦必有，故修是以有。有必有随，故修是以随。以随人者必有随，故修是以果。果者随也。有事而何可大，故修是以灵。灵者大也，不大然后可观，故修是以观。可观而何有所合，故修是以所合。合者合也，不可以过合而已，故修是以义。义者色也，义色然后行，色正义，故修是以色。色者色也，不可以将之。色强上犯下，故修是以福。福者不亡矣，故修是以无忘。以无忘然后可调，故修是以大调。不调然后可用，故修是以移。移者用也，不用者不可动，故修是以大格。不可以将格，故修是以含。含者含也，含必有所离，故修是以离。离者离也。下篇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从。男女之道不能无合，三也。故修是以含，含者感也。相感则为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以不救也。故修是以行，行者救也。不可以救孤己所，故修是以尊，尊者退也。不可以将尊，故修是以大壮，壮不可以将壮，故修是以庆，庆者敬也。
所相，故修是一灵仪，仪者相也，相有外者，一番之家。故修是以家人，家道强的乖，故修是以家敬者乖也，乖必有难，故修是以见，见者难也，你不可以将难，故修是以害，害者怨也，怨必有所失，故修是以顺，顺而不义必逆。故修是以逆，逆而不义必怪，故修是以怪，怪者怪也，怪必有所无，故修是以果，果者无也，不相无而何处，故修是以罪，罪者主也，主理相者为之生。故修是以生，生而不义必困，故修是以困，因何相者必还下，故修是以静，静则不可不洁，故修是以洁，洁不者，莫若定，故修是以定。夫其者，莫若中子，故修是以静，静者动也，不可以将动。智者，故修是以静，静者智也，不可以将智，故修是以禅，禅者静也，静必有所归。故修是以归乱，以其所归者必大，故修是以方，方者大也，将大者必是其故，故修是以路，路而无所用，故修是以顺，顺者一也，日而何一？故修是以对。得者一也，一而何善之？故修是以患，患者离也，不可以将离。故修是以戒，戒而行之。故修是以丈夫，有其行者以行之。故修是以消过，有过。不者不贼，故修是以忌贼，你不可将也，故修是以离贼相应。十卦断，乾方坤柔。以乐思忧，连贯之理，合五合九，春见理不是其故，往三里度，进气也，行气也，春也行多之事也，在跳时也，无望在也，随处理先不来也。险境的无太阳，世确实也，亦无实也，为先的顺福也，随无过也，过实实也，百难也，福患也，进救也，灵于多也。健康的困相互也，含熟也，成就也，患离也，血脂也，害官也，见难也，结果也，家人类也，批财欢喜类也，大众之必温之退也。
在友情也，双人亲也，一起过也，并出心也，小哥哥也，两夫妻也，空德国，亲伴侣也，理想理看下也，小跳官也，女不出也。思不尽也，想不清也，在个边也，理用性也，记者病也，理者男之种也，归门女之种也，男女归太难行也，过故也，有无光也，怪怪也，光怪有也。君子得定，小人得逍遥。金刚经。先来读正开经题。不相信亲离了法，1000万家难得故。我今见闻必修持，愿解如来心之意。金刚拍摄破了一经。因有分第一，如是我闻一时屈在下为国，其实结果读完，有大悲口上1000里别，我是人故，此时世尊，此时逐一持观。日下为大行其事，有其心中处得其意，还是本处还是日修一观，先教义处得理得。先现此情分别离，时将那诸菩提在大众中，即将得起偏袒究竟有情不得，合掌恭敬礼的福言。其有世尊，如来善荷严诸菩萨，善护着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闻何应付？闻何降伏疑心？不言现在，此菩提如你所说，如来善荷严诸菩萨，善护着诸菩萨，你见地听，当为你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故，如是降伏疑心，为前世尊，愿熬日本。大乘正宗分第三。
福于心。所有一切众生是类，若愿生，若害生，若失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相，若无相，若非有相，若非无相。莫该明日无有涅槃，离灭多时。如是灭多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得灭多者，何以故？诸菩提若菩萨，修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妙香无故分别事，就出诸菩提菩萨无法，应无所事，行无报事。所谓不住食报事，不住清香味出法报事。诸菩提菩萨应如是报事，不住无相，何以故？灭菩萨不住相报事，是合别不可数量。诸菩提无以温和，东方虚空可数量下，佛也世尊。诸菩提南西北方处于上下虚空可数量下，佛也世尊。诸菩提菩萨如住相报事，合别别情如是不可数量。诸菩提菩萨但应如所告知。如理是千文之容，诸菩提无以温和，可以心想见如来哈，佛也世尊，不可以心想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发心相，即非心相。不过诸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净心是有分别了。诸菩提是佛言，世尊，可有众生一闻如是言说讲故，相实心下。不过诸菩提莫作是说，如来别何我别说，有此界修学者，无此讲故，灵性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有一佛、二佛、三佛、五佛，而将成经，有无量千万佛。所讲诸成经，每一讲故，乃是一念行行者。诸菩提如来即知即见，是故众生，即如是无量福别，可以讲，是故众生无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可以讲是众生若先此相，则为着我人众生寿者；若非法相，则着我人众生寿者，可以讲若非法相，则着我人众生寿者，是个不应此法。不应此非法，以是二个如来相法，四定比丘，自我说法，如法如假，法相应下，何况非法？无地无法分别切。
A， 如来有所说法者，诸菩提言，如我解脱所得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可以讲如来所说法，皆不可思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结合一切现象，皆以无为法，离有差别。依法出现分十八，诸菩提不以温和，若人观3000大千世界七宝，一样都是，是人所得福德，名为德行，诸菩提言善德世尊，可以讲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个如来说福德多。若有人有诸经典，受持乃至事故决定，为他人说，如何相比？可以讲，诸菩提一切诸佛，亦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该将此经出。诸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一相无相分世相，诸菩提无以温和，殊德还量则是量，我比殊德还更好。诸菩提言，不也世尊，可以说，殊德还名为一条，离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殊德还。诸菩提无以温和，殊德含名则是量，我比殊德含更好。诸菩提言，不也世尊，可以讲，殊德含名一往来，离世无往来，是名殊德含。诸菩提无以温和，阿那含名则是量，我比阿那含更好。诸菩提言，不也世尊，可以讲，阿那含名为不来，离世无不来，是个名阿那含。诸菩提无以温和，阿罗汉名则是量，我比阿罗汉更好。诸菩提言，不也世尊，可以讲，是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用阿罗汉则是量，我是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是者。世尊，不说我是无情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世尊，我不则是量，我是离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不是量，我是阿罗汉道。世尊，这不说诸菩提是闹阿难那行者，依诸菩提是无所行，入名诸菩提是闹阿难那行。公然净考分第十，不过诸菩提无以温和，如来一界坚定佛所，无话有所得下，不也世尊。如来在坚定佛所，无话是无所得。诸菩提无以温和，菩萨
庄严佛陀吼，佛也世尊，何个庄严佛陀上，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个诸菩提，诸菩萨莫恶法，应如是行清净心，不应自邪行心，不应自心香离诸法行心，应无所住离心之心，诸菩提。譬如幽人，心如粉梵王，无以温和，是心为大吼，诸菩提言心大世尊，何以讲？不法为心是名大心。无为福性分第一，诸菩提如行河中，所应沙所，如是沙定行河，无以温和，是诸行河沙名为多行，诸菩提言行多世尊。但诸行河上多无所，何况其他诸菩提？我今是言各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万亿所行河沙所，3000大千世界，以用布施，一学多学，诸菩提言行多世尊。不过诸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有此经中，乃至受持四故其定，为他人说，以此福德，圣贤福德。宣讲正教分第12，要出诸菩提，随法时间，乃至四故其定，当知处处一切世间kun言阿修罗，该应相样，如佛他了，何况有人尽量小持他相，诸菩提当知是人，成就世上第一自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法，若尊将世故。如法有持分第13。此时诸菩提别佛言：世尊，公何名此经？莫定云何弘持？不过诸菩提，是经名为金刚不碎陀罗尼，此是名如如当弘持，所以假何诸菩提，不说发切陀罗尼，是非发切陀罗尼，是名发切陀罗尼。诸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所说法后，诸菩提别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诸菩提无以温和，3000大千世界，所有离地，是为多行。诸菩提言行多世尊，诸菩提是离地，如来说为离地，是名离地。如来说世界为世界，是名世界。诸菩提无以温和，可以32相见如来哈，佛也世尊，不可以32相一变如来，可以讲如来说32相，即是非
主善女人，一行合法并心灵价值，日后有人有处敬重，乃至受其事故之等，为他人说，以后更多。理想100分第14。此时此菩提文化已经全改而处，体内必去，而别忽然，其有世尊，不说如是心清静定，我将昔来所得慧眼。离将一闻如是之经，世尊，日后有人一闻是经，信心清净，一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其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世尊，我今一闻如是经典。世代时期，一直为然。日当来世何我不世，只有众生一闻是经。世代时期，是人即为第一之有，可以讲，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是假相。所以假合，我相这是非相，人相、众生相。是假相，这是非相，可以讲，连一切诸相，决明除非，不得诸菩提。如是，日后有人一闻是经，不经不觉，一为方知是人，是为虚有，可以讲，诸菩提如来说第一陀罗尼。这非第一陀罗尼，是名第一陀罗尼。此菩提领略陀罗尼，如来说非领略陀罗尼，是名领略陀罗尼。可以讲，此菩提如我是为歌利王，各界身体，我有意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是假相，可以讲，我有往昔积极之该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是假相，应先成行。此菩提，要念过去有我必世，作领略成定，无你所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是假相，是故此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自色成心，不应自声香味触法成心，应心如法自心，若心有自即。为非之，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自色报事。此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报事。如来说一切诸相，这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是非众生。此菩提，如来是真故者。是故者，如故者，不光故者，不异故者。此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此菩提，若菩萨心不无法，力行报事，如人一暗，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足法。力行报事，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师菩提，从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了此经，受持佛相，即为如来，依佛智慧，识彼是人，识见是人，该必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其经功德分第15。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一分已经和打定心布施，中一分受已经和打定心布施，后一分若已经和打定心布施，如是无量1000万亿劫以心布施。若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灭，只好定地，何况俯下受持佛相，为人解说。师菩提，只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衡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圣假说，为发最上圣假说。若有人能受持佛相，况为人说，如来识彼是人，识见是人，该必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即为阿难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以讲，师菩提，若能消法者，若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即有此经，不能平受佛相，为人解说。师菩提，在此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他。该应恭敬，福德为良，以故华香离散之处。两性入相欢第10条。小错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佛相此经，若为人听见，是人先世罪业应对恶道，以今世人听正果，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师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之劫，有认定前140,000万亿那由他所佛，世界中央成佛，无空得者。若有人有何法世，能受持佛相此经，所得功德，有我所中央诸佛功德，一分不及1,000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如所不能计。
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符合八世，有受持托上普见，少的功德，我了过佛者。若有见闻，心即共乱，何以不信？师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所报也不可思议。无我分别一切，你是师菩提的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度？云何降伏之心？不过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众生如是心，我应略度一切众生，略度一切众生意，而无有一众生是略度者。可以讲，师菩提，了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皆非菩萨，所以结合师菩提是无有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师菩提，无以云何？如来有言定佛所，有法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佛也，世尊，如我该佛所说义，不如言定佛所。无有法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师菩提，是无有法如来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师菩提，若有法如来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言定佛是不有我受持。你有来世，当必作佛，可释迦牟尼，以是无有法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个言定佛有我受持，这是言。你有来世，当必作佛，可释迦牟尼，可以讲。如来家一诸法如义，若有因缘，如来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师菩提，是无有法，佛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师菩提，如来我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是中，无是无虚，是个如来说一切法，乃是佛法。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个凭一切法。师菩提，譬如人心中大，师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心中大，即为非大心，是名大心。师菩提，菩萨若如是，若不是言，我当略度无量众生，皆不名菩萨。可以讲，师菩提是无有法名为菩萨，是个佛说
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诸菩提若菩萨即是言，我当庄严佛陀，是一名菩萨。可以讲，如来说庄严佛陀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诸菩提若菩萨，空法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一切动观分第18。诸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肉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诸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天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诸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慧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诸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法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诸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佛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诸菩提无以温和，如行河中所有沙，不说是沙何？如是世尊，如来即是沙。诸菩提无以温和，如一行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境行河，是诸行河所有沙所不世界。如是名为多何？尽多世尊，不可诸菩提，你在佛河中所有众生，欲间众生，如来悉知可以过。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假合诸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法界通化分49。诸菩提无以温和，若有人乱3000百千世界七次。一样报是是人以是因缘是学得学，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是学行得。诸菩提若学得就是如来不说的学得多，以学得无过，如来说的学得多。理想分别理事。诸菩提无以温和，不可以无着色心见何？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无着色心见，何故？如来说无着色心，即非无着色心，是名无着色心。诸菩提无以温和，如来可以无着诸相见何？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无着诸相见，何故？如来说诸相无着，即非无着，是名诸相无着。
提，你不为如来作是念，我当应当说法，莫作是念可以过。若因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放忽，不能该我所说法。诸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你即分辨诸菩提，亦不言。世尊，所有众生有未来世，闻法持法，正信心下。不言诸菩提，智慧众生，分不众生，可以讲诸菩提，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无法可得分第22。诸菩提亦不言，世尊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不得。不言，如是诸菩提，我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是无有教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平心平生分第23。就是诸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隔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无比分第24。诸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尊梵王，如是正七所住，有人持用做事。若人依此拍摄菩提心，乃是富贵之境，受持特相，为他人说，有钱福德，一分不值值，1000万亿分，乃是万所譬如所不能解。话无所话分25。诸菩提，无以温和，你便不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所众生。诸菩提莫作是念，可以过。是无有众生如来所者，若有众生如来所者，如来即有我人众生是者。诸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诸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发心分相分第26。诸
哦，师菩提言，如是，以32相观如来，复言师菩提，若以32相观如来者，观轮圣王即是如来。师菩提，若复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32相观如来，以时世尊离发之言。若以德敬我，以人生敬我，人生下辈不能见如来。无端无得分世27。师菩提，你若作是念，如来不以故作上过，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师菩提，若作是念，如来不以故作上过，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师菩提，你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发诸法全力，若作是念，可以过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诸法不说全力相。修不贪分第28。师菩提，若菩萨以万情和沙定世界七道其样所示，若有有人之一切法，无我必行无念，是菩萨圣贤菩萨，所得功德可以过师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过。师菩提，是复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师菩提，菩萨所得福德不应贪着，是故所不受福德。为离成分第29。师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人不解我所说义，可以过如来者，无所相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以下理想分第30。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3000大千世界摧为离尘，为温和。是离尘上灵为多好，师菩提言，心多世尊，可以过，若是离尘上是有者，不说是离尘上，所以者何不说
未定相，即非未定相，是名未定相。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可以讲，若世界是有假，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诸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三凡夫之言，谈作异事。意见不相分第31。诸菩提，若人言不说那件人见相心见是假见，诸菩提，因为温和是人该我所说义不也世尊，是人不该如来所说义，可以讲。世尊说那件人见相心见是假见，即非那件人见相心见是假见，是名那件人见相心见是假见。诸菩提，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有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世界，不相法相。诸菩提，虽然法相，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应化非心分第32。诸菩提，若有人以愿无量而定之世界七宝，其用所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其有此经，乃是自古之典，受其特相，为人演说，其何性质？云何为人演说？一次有相，如不动，可以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不说是经义，将那诸菩提一书比丘尼，有波色，有波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大大欢喜，信受奉行。发誓可乐的心香。观所在菩萨，天天发誓可乐的时，照见莫问在康，无一切可会。这里子食不如康，康不如食，食即是康，康即是食，受相形食，亦有如是。这里子是诸法空相，不增不灭，不多不减，不增不减，是个空相无相，无受相形食，无眼力之色心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心，乃至无脑思，亦无脑思心，无可识别道，无地亦无地，亦无所得所。菩提发誓，以发誓菩提的果。心无跨界，无跨界过，无有恐怖，远离天地妄想，有境一团，三世诸佛，以发誓菩提的
了三菩提，故知发做婆罗蜜多，是大成就是大成就是无上就，是无顶顶就，令度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发做婆罗蜜多就，一说就话。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羅僧揭谛，菩提薩婆訶。繼續行大悲經。南無哈那他那遮那耶耶，南無阿利耶，哈魯揭谛列娑那耶，菩提薩埵波耶，摩訶薩埵波耶，摩訶迦盧尼迦耶，阿彌薩婆那華耶，娑他那檀夏。南無悉吉列車，伊王阿利耶，哈魯揭谛悉呼那靈波波，南無那那先提，揭利摩訶跋遮沙美，薩婆阿他多蘇賓，阿舍因，薩婆薩埵，南無婆薩埵，南無婆伽。摩訶特所，檀特他，阿婆如嘿，如迦地，迦勒地，伊嘿利，摩訶菩提薩埵，薩婆，摩那，摩嘿利得因，咕嚕悉王，多魯，發舍耶地。摩訶發舍耶地，得那，舍利尼，悉呼那耶，迦那，摩那，目犍勒，伊嘿，聲那，阿那三呼那舍利，發三，呼那舍耶，哈魯摩那。哈魯嘿利，沙那，悉利，沙魯，菩提耶，尼舍利耶，那那先提，舍利悉利那，耶摩那，薩婆訶，悉婆耶，薩婆訶。摩訶悉婆耶，薩婆訶，悉婆盧耶，悉婆那耶，薩婆訶，那那先提，薩婆訶，摩那，薩婆訶，聲那，阿婆揭耶，薩婆訶，薩婆摩訶阿悉婆耶，薩婆訶。聲那阿悉婆耶，薩婆訶，可得摩揭悉婆耶，薩婆訶，那那先提跋伽那耶，薩婆訶，摩婆利勝天那耶，薩婆訶，南無哈那他那遮那耶耶，南無阿利耶，哈魯揭諦列娑那耶，薩婆訶，阿彌陀佛，難遮那，華遮耶，薩婆訶。
这件的版本有真侪种，虽然以和上讲的版本来看。官表中第一，可得非常得，名可怜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有一关之了，常有一关之巧。数量者当出之语言，当为之贤，贤之又贤，众妙之文。观照中第二，天下皆知理之为理，夫恶意；皆知善之为善，夫不善意。故有无相生，然应相成；相短相形，高下相倾；因心相合，身和相随。是以圣人处不为之事，行不言之道，万物各言理不符，心理不有，为理不实，公行理不孤，无疑不孤，是义不起。安民中第三，不相贤，私民不争，不贵然不知好，私民不为德，不见可忧，私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悲，知之心，识之好，约之气，强之贵。相思民，无知无欲，师乎是假不敢为也，为不为，却无不知。不应相得事，可强力养之，却不言。焉是诸万物之中，可之类，盖之坤，可之刚。讲之典，三下富六准，我不知水之主，强地之身，修中将地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作果；圣人不仁，以德性为作果。天地之间，只有透一号。虚理不可，当理如出，多言所表，不如修中。各品相对了，各行不似，是为天定。天定之文，是为天地经。连连欲准，相事不平。无事相得切，天祥得久，天地虽名祥听救者，以之不得生，故灵相生。是以圣人何之心之心先，为之心之心准，非以之无事也。故灵行之事，若非相对办，相生若水，水生离万物而不争。故圣人之所往，各须有同。故圣德，心善焉，无善言，言善事，行善知。知善良，当善时，无疑不争。
无忧，其影响地久，其理应是不如其意，退理就是不可相得。今日晚堂，莫是良少，富贵离家，殊为之咎。光贤灵随心退，天之德。先得将得失，再应撇头意，名无离后。关系对由，名应如后。一睹天然，名无出后。爱邻治国，名无为后。天文开察，名为出后。名必复达，名无低后。天是确实，天理不有，为理不施，将理不赞，是为天别。其中将第11、30号将一个，当今无有故之用，偏必以为其，当今无有其之用，特何有以为实，当今无有实之用，故有之以为义，无之以为用。为学将第12，我识名人不忘，我因名人命亡，我被名人靠送。批评善良，名人心发光，难得之下，名人行行。是以圣人为好不为恶，故弃必处处。飘玉江第13，飘玉玉江，贵大欢玉心，可谓飘玉玉江，飘为上，玉为下。一字玉江，一字玉江，是为飘玉玉江，可谓贵大欢玉心。我所以有大欢者，为我有心；见我无心，我有何欢？故贵以心为天下者，可以治天下；爱以心为天下者，可以托天下。第4章第14，时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托之不得，名曰离。夫三者，不可避绝，故分离为一。其上不教，其下不问，先行后不可名，学归无不问。是谓无状之状，无腔之腔，是谓康复。言之不见之秀，随之不见之好。一个之德，以无今之有。良知过世，是为得己。不应将地行恶，过是成为夫者，微妙健康，心不可想，无疑不可想，各养为之养，无何若当实川，因何若为树林，然何之若切，欢何若兵之相涉，端何之若破，抗何
说明国依据，经济七天，说明按依旧，公治七天，收复得奖不有言，胡疑不言，个人是不心情，后边将第10条，第2节修正读。万不并作，我欲观之学。古不文，各归其经，归经或正，正或合并，合并或常，必常或变，不必常，望不常。必常用。用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德，德乃久，不兴不败。第1章第17，太上不必有之，依处天时无之。依处为之，依处不之，各性不足，又不行。又是其贵言，公行不随，一行该为我所言。第1章第18。大德会有仁义，智慧处有大为，六亲不和有好处，国家混乱有忠心。托所章第19，决胜气地，民利必备，决人气义，民合好处。国他气力，德德无有，处三者以为文不教，个人有所想，所见头痛，小事官约。15章第20，实合不有，以其无恶。相其几何，生之无恶，相其何了？人之所为，不可不为，空何之理用在？向人之希，如向太乐，如冰存在。我道必切之理调。如应义之利害，生生下若无所归，将人该有为，而我作若为。我无人之心也在，根分下，将人交交，我作若分，将人擦擦，我作文文，屈下。是若海，飘下若无所知，将人该有意，我作万请品，我作因有人，而归实道。将一章第21，空直之阳，依得是强，这是为不。以放以混，或是放下其中有强，放下或是其中有无，了下明下其中有正，其中成真，其中有性，自古必经，其名不弃，以一相互。我何以是相互之连载？依处头1章第22，客即传，往即
圣人炮役为天下事，不自见故名，不自是故彰，不自发故有功，不自轻故重。虎疑不争，故天下莫名物之清。故是所谓曲折短者，气虚言展，声短而归节。中道中第23，其言自然，飘风不中标，自物不中日。说为主者天地，天地上不能久，而方有人好。故将士有道者，道者当有道，德者当有德，失者当有失。当有道者，道业乐直至；当有德者，德业乐直至；当有失者，失业乐直至。信不着言，有不信言。不处将第24。知者不列，夸者不详，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发者无功，自轻者不长。其有道也，话有失罪行，不识恶字。故有道者不处，分声中第25。有不分成，身变世声，即下了下，独日而不改，修行而不殆，可以天下乐。我不知其名，知即或道，将为其名或在，在或世，世或晚，晚或缓。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实将有事大，而王有其一言。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自中将第26。将为轻君，将为特君。是君子将之行，不宜自重。虽有言官，燕处悄然，奈何万姓之主，利益心倾天下。亲则是神，和则是君。是命中第27。神行无出节，神言无下跌。神计不用标切，神秘无关键而不可开，神计无相约而不可改。是以圣人相生救人，故无弃人；相生救物，故无弃物。是为实名。故圣人者，不圣人之师；不圣人者，圣人之师。不贵之师，不爱之师，随地大礼，是为要表。相德章第28。知其详，修其处，为天下和，为天下和。相德不离，合归有应义。知其节，修其节，为天下学。为天下事，相德不铁，合归有无节。知其营，修其约，为天下国，为天下国。相德乃着，合归有朴。朴善即为器，圣人用智即为观众。故大地不格。自然中第29。将欲知天下利为治，我见之不得已。天下兴起，不可为也。为者败之，失者失之。故物实行实随，实虚实吹，实强实累，实
30，以得所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书之所处，经极生厌，在兵之后，必有相连。我先者各利益，不敢以出强，各利不轻，各利不发，各利不骄，各利不得意，是各利不强。不防争闹，是为不得，不得所以。贵州乡第37，虎大兵者，不祥之气，不识恶事，故有德者不处。君子固则贵者，用兵则贵友。兵者不祥之气，非君子之气，不得已利用之，恬淡为上。胜利不利，利利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不可得之于天下。吉事相者，相事相由，天将军处者，上将军处由，言以丧礼处之。杀人将得，以悲哀克之，正行则以丧礼处之。第几章第32，祥无陵，托水小，天下不敢行。何往入灵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共甘露，人莫之，灵力自宾。知者有灵，灵亦自有，虎亦将之止。彼之所以不逮，彼得之在天下，有川国有江海。经济章第33，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优劣，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忠行者有志，不是其所者久。树立不亡者寿，生大章第34。大道欢喜，即可保佑，万物施治，以生利不俗。讲行不明有，爱用万物，而不为主。相无约，可能无效，万物归之，而不为主。可能无代，是以圣人将不为代，故灵行之代。大唱章第35，一大唱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定泰。不污名，各克己，多是出口，淡薄而无味，使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想之不可议。微灵章第30条，将欲ฮ็之，必告中之；将欲足之，必告强之；将欲会之，必告兴之；将欲得之，必告恶之。是谓微灵，柔性刚，弱性强。虎不可脱有烟，福之利器，不可以是人。无为章第37。得祥无为，利无不为。何往入灵手，万物将自化。化利欲作，我将便是以无名之托。无名之托，欲将不约，不约以正，天下将自正。出河章第38。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无之应，极量之而灵之。故失道而好德，
失德而何人？失人而何义？失义而何乐？苦乐者，忠信之宝，以乱之首也；珍惜者，道之华，日武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好，不顾其暴；处其失，不顾其华。故去必出处。第1章第39。识字第1者，天第1依天，地第1依灵，行第1依灵，国第1依阳。万物第1依生，虎王第1依为天下正。其地第1也，天无以清，上强烈；地无以灵，上强法；神无以灵，上强压；国无以盈，上强极；万物无以生，上强烈；虎王无以争，利贵高，上强贵。故贵以天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虎王自称高官不高，此其以善为本的开号。故必所恶无恶，不欲乐乐如妖，乐乐如邪。反复将世事实，患者得之中，弱者得之用。天下万物生有有，有生有无。闻道将地事实质，上师闻道勤而行之，中师闻道略准略补，下师闻道大调之，不调不足以为道。故见言有之，明道略歪，进道略退，依道略对，上德略高，大德略骄，空德略不骄，见德略抛，直直略路，大风无我，大气万成，大音希声，大声无形。德稳无灵，苦以德，善待请成。强和相对47，德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互因而投用，相去以为和。人之所恶，以高官不国，以王公以为强。故物亦顺之而益，亦益之而顺。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良者，不得之事，我将以为教父。
北京。第六章第43。天下之自由，地平天下之之间。无有业务无间，我是意志无为之有业，不言之道，无为之道，天下之吉事。第四章第44，名有心属天，心有好属恶。业有亡属病，是个心爱必在会，恶党必何亡？必着不着，必知不在，可以长久。先将将第45，大行欲快，是用不得。大言欲强，是用不强；大智欲阔，大卡欲抓，大辩欲律。可性寒，性热，天性为天下性。第6章第46，天下有德。作招马以混，天下无德，良马先无高，虽莫大有可约，可莫大有不知脚，叫莫大有欲地，知足知脚，想足意。天德章第47。不好治天下，不归有见天德。知出迷万，知彼迷小。其性人，不行理知，不显理明，不为理行。日生将第48，为汉之业。为德之顺，顺之有顺，义之无不为，不为之无不为。各处天下者，相依无事，一之有事，不足以处天下。一成章第49，圣人不相信。以必性之心为心，先者我先至，不先者我亦先至，必先义。信者我信至，不信者我亦信至，必信义。圣人之在天下，不可言。为天下混之心，一性皆故之逆薄，圣人皆害之。圣书中第50，出生之父，生之道之有三，父之道之有三，人之生，王之父地者。亦是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好，
盖文善业生者，略行不无事好，日官不必加兵，事无所导之家，可无所好之了。天无所用之念，苦何故？以其无事病，尊贵将第51，相是色朴之，不行是世行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别，道之尊，色之贵。故莫是偏是相自然，故道生是色朴之，相是色之，行是色之，样是合之。先理不有，为理不齐，量理不等，是为天别。修得将在我是的，天下有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主，既知其主，学修其母，不心不在，识其对，写其文，将心不停。开其对，写其书，将心不静。见下活平，修柔活强，用之光，学归之名，无为信用，是为实相。大道章第53，自我待人有知。行有大道，以知是为大道善宜，利民好行，小善道，善善无，通善虚，学分彩，在利剑，剑因识，好财有无，是为自夸。非道也在，善见将第54，善见者不败，善抛者不脱，子孙世事不转，修之有心，其定乃心；修之有家，其德乃有；修之有相，其德乃祥；修之有国，其德乃康；修之有天下，其德乃朴。故以心观心，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我何以知天下之变在此处？含德相济，我行我；含德之好，必有出处。逐평不歇，两袖不顾，养鸟不跑。活跃今柔的恶果，离地进步是合理顺作，经一次也，相之合理不下，何是之也？以和为祥，以祥为平，一心为祥，心思气为祥，不动正闹，是为不得，不得则已。贵将世51，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识之对，视之文，测之类，晒之昏，可之光，讲之典，是为贤懂。故
五不可得离亲，也不可得离疏，不可得离利，也不可得离害，不可得离贵，也不可得离天。五为天下贵，是国中第57。以静治国，以己用兵，以无事处天下。我何以知之见在于此？天下得其会，其民如平，人得其气，国家自分。人得其他，其物自起，发定自将，得吉得有。五圣人云：我不为利民自化，我不思利民自富，我好正利民自正，我不欲利民自富，我不正利民自清。黑正章第53。以正文文，以民顺顺，以正察察，以民宽宽。好气福所依，福气好所好，属彼之吉，是无正法。正福为吉，善福为妖，人之第也。是日过九五，是以圣人方利不杂，良利不贵，一利不实，光利不标。用成章第59。是人事偏，目的色，无以色，是为不好，不好为之上即色。上必得，即无不克；无不克，即目彼之吉。目彼之吉，可以忧国；忧国之乐，可以长久。是为清经恶治，良心修饰之道。以大国中第60。是大国欲偏相胜，以得民天下，其贵不行；非其贵不行，其行不相明；非其行不相明，圣人亦不相明。夫以量不相相，故直高归远。为下章第61。大国也下流，天下之高，天下之高，应相依，应胜无。以正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接触小国，小国以下大国，接触大国。恶业下以处，业下以处，大国不过欲兼促前，小国不过欲入夫前。两家各得其所欲，故大家以为下。二章第67。多下淡不之恶，善人之道，不善人之所报。礼言可以取，顺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其之有？立天子第三光，虽有忠撇以身驷马，不如得尽出德。我之所以贵出德者，何不是求以直，有者之免恶，故为天下贵。无难章第63。为无为，事无事，利无利。
大小大小，多元宇宙。波澜有其圆，为大有其脆。天下万事，必作有缘；天下大事，必作有势。是以圣人将不为其大，故灵成其大。夫勤乐必观信，得意必得然。是以圣人悠然之，故将无然。夫物将610事，其安无奇，其微妙无罗，其脆无判，其美无善。为之有微妙，理之有微乱，合效之道，先有和悦，修禅之台，是有累土。千里之行，是有足下。为者大事，实者实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人之将士，上既有成立大事，人将如是，则无败事。是以圣人若不若，不贵干之事学不下，学将人之所过。以负担不之自然，理不敢为，天必将地若成我。故之善有道者，非以明人，将以古之。理之难治，以之道治。故以之治国，国之责；非之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开示。上帝开示是为贤德，贤德千言万语，无不患之，然后乃至在顺。江海中第60条，江海所以名为七国王者，以其善下治，故名为一国王。是以圣人若上人，是以言下之；若善人，是以心和之。是以圣人处上之品不彰，处简之品和害。是以天下乐非礼不严，以之不正，故天下乐灵恶之清。300章。第67，天下皆为我所大，事不祥；夫以大，故事不孝。6教9义，其地也乎？我有3宝，其立宝志：1曰福，2曰谦，3曰不敢为天下先。福故营养。谦故灵抗，不敢为天下先，故灵成其中。今写之主请用，写之谦请抗，写之好请先复用。夫以正则正，以守则国。天将就治，以独为治。不正将第63，先为主者不补，先正者不能，先正直者不误，先用人者为之下。是为不正之德，是为用人之德，是为配天故之德。用兵将第69，用兵休言，我不敢为主为客，不敢进寸离退却。是为行无为，量无比，灵无德，吉无兵，何莫大有轻德？轻德吉其上我报，故抗兵上加哀者
成语，快乐中第70。我言是无知，善无形，天下莫定知，莫定行。言有宗，事有君，苦以无知，是以自我定。以我者希，自我贵定，是以圣人披达怀旧。一并将第70篇。一必上，一必治病，苦以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治病病。为将第70字，民不为威，一大威敬。无责其所负，无言其所生，苦以不言，是以不言。是以圣人自卑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弃必处处，天王将第73。让有感即杀，让有不感即发。处两者，食利即害，天下所恶，食比之国，是以圣人悠然之。天之道，不争而成事，不言而自言，不调而自然，圣人而成无。天网恢恢，所利不实。书法中第74。民祥不为事，奈何以事苦之？若使人祥为事，为己者，我必不利实之。3. 常有事实者杀，夫在事实者，是为在倡导。夫在倡导者，其有不相及修义。贵姓中第75。民之知，以之上实惠之道，是以知。民之难治，以之上治修为，是以难治。民之轻视，以之修身之好，是以轻视。苦以无以生为者，是贤有贵生。刘作章第76。人之生也柔弱，其事也坚强。万物和睦之生也柔脆，其事也高贵。坚强者富之道，柔弱者生之道。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强。坚强固下，柔弱固上。天道中第77。天之道，是由中好。者一之，他者固之，有无者顺之，不足者无之。天之道，顺有无，是所不足。人之道，亦不然，顺不足以防有无。说明以有无防天下，以有道者，是以圣人为力不施，光行力不处，不欲见贤。水结章第73。天下柔弱，莫过河水，日光坚强者，莫之良性，是无一无尽。有性光，弱性强。天下莫不知，天下莫良行。圣人闻，受国之所，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圣人若反，科克章第79。科大万，必修无完，安可以为生？是以圣人一
无得事体，天道无亲，常有神灵，不是将会发生。小国官民，所有特别机器亦不用，私人重视亦不关事，虽有照顾，无所成就；虽有加兵，无所成就。私人学必成利用时，三其实，理其学，安其故，乐其俗。民国相望，皆欠是因相本，民是老事，不相往来。不即将第80篇，信言不立，理言不信，先者不变，先者不善，依者不妥，托者不低。性言不绝，意义为人，气如应；意义无人，气如德。天之德，利利不害；性人之德，为利不争。现在继续读太上清净经，魔君话大道无情，成一天地；大道无情，运行一国；大道无灵，泱泱万物。我不知其名，用名为道。苦道者，有情有道。有道有情，天清地浊，天动地静，南清女浊，南动女静，上顿流滑，理性万物。清者足之管，动者静之机，人灵相清净，天地悉皆归。夫人心好清，理心要治；人心好静，理欲显示。相连劝之要，理心自静；静之心，理心自清。自然欲欲不生，三德了得。所以不灵者，为心理精，欲理欠也。灵欠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行，行无其行；外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无，以见无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万人相即。即无所即，一气灵性；一气不生，即是真正。心相应物，心相必性；相应相生，相情相应。如此平静，渐入正道；既入正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是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令我之者，可传信道。我君话，上士无情，下士好情；上得不得，下得不得。一得之者，不明道德。众生所以不得正道者，唯有妄心。既有妄心，即经其行；既经其行，即着万物；既着万物，即生贪求；既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有苦
心，愿得目标，流浪生死，伤沉苦海，永失前途。真常之道，无价土地，一无道者，常清净意。济公活佛就是真经第2遍，济世群生照3000，公正无私可达天。活用真经传万世，佛法无边化大千。真经应运出，灾消解除大道尊。修身化世立功勋，88圣贤记，佛圣先真发慈悲。则群生得光辉，东来紫气展，普渡三曹开妙玄，应身下凡施天然，中途有缘分，继往开来万八春，白杨逢运道现存，青红运一役，阳光普照道德扬，万邦咸养运大同。家家佛光照，灵山如来净观照，无师指点路一条，千经万典有，未闻真经说因由，有缘名师会相求，开泰白杨运，佛经说破朦胧云，善至于止离苦轮，26手衣，武器朝元祭杯，莲花座上会丹池，尊者本罗汉，丈六金身照世间，济人喜事归一安，心明善男女，经文悟透莫迟疑，受师点化脱苦知，学至中庸病，心诚把经奉佛名，一切灾殃化作尘，
全家老幼同声念，老幼保安康。诵念济公真经，免灾又消难。诵得济公真经，觉悟第一仙。真经广布十方界。诸尊菩萨同赞曰：济公活佛大慈悲，为救九六众人灵，了却人生死生路。济公活佛曰：家中有本真经，可保平安。不诵此经，奉上成神桌，确保尔却除邪魔永消灭。真诚诵此经，不经说经典，功德无量福无边，保佑康安寿延年。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十叩首，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恭诵。办道理解一，办道前引导。Before conducting the Dao Transmitting Ceremony， 办道之前 ，Before conducting the Dao Transmitting Ceremony, we will offer tea and fresh food to God at the holy altar to show our seriousness and sincere. This is a very solemn traditional Chinese ceremony of the Zhou dynasty about 3,000 years ago. We would like to ask the gentleman to stand on the right-hand side of the room, and the ladies on the left-hand side of the room. Please observe with silence throughout the ceremony. Please also ensure that your wearing is neat and tidy, and make sure that all buttons are secured in place. Thank you. 办道理节二，请谈仪容天表。Content ceremony 进行典礼。The master is now completing the ceremony. This ceremony is to invite the grace of God, the Buddha angels, to come to this holy altar. During this ceremony, all the Buddha and angels has come to protect this holy altar. The Buddha and angels protect this holy altar so that the master can transmit the Tao to us. Book of Life 龙天表 The master is reading the Ascended Statement. This is to present our thankfulness toward the God, Heavenly Mother, to report the Heavenly Mother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receive the device, treasure, Tao. When your names are reported on the Book of Life, that means your names are deleted from the hell and registered in the heaven. After your death, the Buddha and angels will not bring your spirit to the hell, but to the heaven. 办道理节三，引导礼拜与答话。Guiding praying， 引导礼拜。Please come up here and kneel down on the cushion. Yes. Please focus your sight on the middle line. Please focus your attention on the middle line. Take 3 incense with both hands. Make a bow. Take 1 piece of incense and put it in the center of the urn. Please use your
left hand. Make another bowl. Take another piece of incense and put it at the right side of the urn. Make the last piece of incense and put it at the left side of the urn. Please bend down and pray. Times. First prayer, second prayer, third prayer. 亦可用 take. 1, 2, 3, 4. Put your left hand on the top and cover your right hand and place your both hands on your chest. When you pray, please pray like this on the cushion. Take. Please stand up. Please follow my action. Don't not worry and take it easy. If you cannot follow me, please tell me, and I will do it again for you. Guiding answering. 引导答话。When you hear your name, please say yes or here. If your name is not correctly called, please tell us at once. If you cannot follow me, please tell me, and I will say it again for you. 按道理解释，因宝师介绍与历练。Introducer and Guarantor 隐私与宝师。Introducer is the person who brought us or introduced us to the knowledge of Tao. The introducer tells you that the Tao is not a perfect religious state. He does not make any money or benefit from such introduction. The guarantor is the person who owns this holy altar. The guarantor built this holy altar so that we can have the chance, place to receive the Tao. The guarantor is the person who makes a guarantee that we have a appropriate character and virtues to receive the Tao, and that we are a good citizen of the country. Because of the effort and sincerity from the introducer, and the guarantor, we can have the chance to receive the previous Tao. Now the introducer and the guarantor are going to kneel down before the God, Heavenly Mother, to take a vow to show her sincerity. Taking vow, 立愿. With all my sincere heart, I kneel down before the Heavenly Mother, God above. Today, I am willing to declare my sincerity to introduce and to guarantee the person to receive the greater Tao and the true propagation of cell nature. I declare that if this is a perfect religious sect, if I guide this person to a wrong direction, if I get any money from this introduction, if the person I introduce is not with the appropriate character and virtues, I am willing to be punished by heaven, God above,
This is a very solemn and serious oath. Bow.茅山道士求道即在天道的传道历程中，宗教信徒一直是最难度的一部分。香港有一位占庆道亲，对道十分虔诚，一家大小都是道亲，唯独无法度他的哥哥求道。因为他的哥哥是茅山道的传奇人，他的哥哥学道术已经到了可以知道过去及未来发生的事，且用符水洗眼后可以看到灵界鬼神，可以直接与鬼神交谈，因此任他弟弟说破3寸不烂之舌，也说不动他来求道。因为道是无形无相，没有有相的法术可以折服他。有一天，战长天因为要超拔父亲，于是告诉他哥哥战长跟你不信道没有关系，但是今天要超拔爸爸，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千辛万苦地把他哥哥拉到佛堂，原本希望他顺便求道，但他哥哥死也不肯，没求道不能进佛堂，只好让他坐在佛堂外的院子里。庄严肃穆的超拔仪式开始了。战长天虔诚地顶着他父亲的名先跪在佛前，心想终于能为父亲尽点孝道，便传师呼先时，在佛堂外门口处的支里也呼叫他父亲的名字。这仪式叫呼先，是呼叫亡灵进佛堂以受名师意旨的仪式。这时站在佛堂外面的战长庚亲眼看到他父亲身着污秽破烂的衣服，满面鲜血淋漓地走过来。他一时兴奋，拉着他父亲的手直叫爸爸爸爸，然他父亲理也不理，甚至不看他一眼，把他的手甩开就走进佛堂。他父亲是在共党占据大陆以后被共产党活活打死的，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便是个模样，经过了那么久，一点都没有改变。不一会儿，超拔仪式结束了，他又看到他父亲走了出来，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脸上的血迹不知怎么也不见了，全身散发出一种和煦的光华。他又上前去唤他父亲，他父亲不理会，他又拉住父亲的手，父亲还是把他甩开，而跟着一位面容圣洁慈祥的天人腾空而上，不久就消失无踪了。原来亡灵得道后，便有仙佛来接引，直回离天。这位茅山道士在亲眼目睹了父亲亡灵得道历程，不得不相信天道虽没有神通法术，但确实能超生了死。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我要求到，我现在要求到，每个人都以为
他在开玩笑，刚才劝你老半天，口都说干了，说什么你也不求，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于是他将超拔时他在佛堂外所见到的一切从头说起，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战长天心中激动不已，一方面欣喜他父亲已超生了死，另一方面他哥哥终于要求到了。便传师随即为这位茅山道士准备办道，他终于跪在弥勒祖师面前，步入弥勒慈悲的大门。而当点传师传三宝时，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借着点传师的肉身来点道。他惊奇的目瞪口呆，突然说：“等一下！”他们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没想到他说这么好的道，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于是他立刻赶回家，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个珍贵的大道。求道以后，他深刻体认到道术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但却不能超生了死。学了一身道术而脱不了轮回，学得再多再精都没有用，所以不久把他的徒子媳孙们都带到佛堂一起求道。从此弥勒门下又多了一批生力军。资料来源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133,827,295 and it equals 100,562,308,700。庄子新增了5张星象片。5月15日12点07分，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掌讲万物，无不知其名，想名曰道。心经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自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
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分。 5 General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eral 1: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鹰之谓丧尸，可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
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父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如尊我如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七辽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狱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1:1，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25，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慈训明灵义电光，上帝赐而珍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旨，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沐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
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大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关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井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 X 三界28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义与形象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清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无言为范其及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义，字形与父母字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90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亲无形，
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帝、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性，诗经小雅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翻以遍一切处。坛经一问品，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16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故以为喻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西辽西，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五点回教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 Yav 耶和华 Yav Yahweh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
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外灵真在。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一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bharati 着着火瑜伽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阐到佛家所言正法掩藏灵山柳之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荼毒玄牝众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另作，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五灯会元卷1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3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
由9条至25条制成，是做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3. 五度氏，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会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4生6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迷顽公气天神度其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好哉！上超祖，下引孙，全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诫，第7诫，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速拜真师反姚希。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
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肃拜功常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穷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性理，得了窍妙，回老家悟有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且？曰：在使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火之问于监视律系也，每下狱况，汝为莫彼，无乎陶物。指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3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备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13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训子10戒，1戒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探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96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生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画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一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山。老母娘的心声。2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法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并天使成就，又待至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土海山川，至明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3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1生2又生3，一本散万殊哉，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天意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纳10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96子西降凡间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93山
脱红罪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邪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生？四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在脸如若是仙衣邪教与尔等耳，哪个亦不肯在世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可引心泉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于叹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莫结识其把握经现效圣法前，不为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理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束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弦，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洲际东海有山名度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曰盘木。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降以仙桃4颗与帝，帝时折收其核，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净净而应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10800年。
1元，共129600年期佛制是。3佛收元期佛制是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玉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红阳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代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地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智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海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讲名为地土海山川星星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者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阴晕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e://LCC_LCC_2/ 意图象极，生化5万点 JPG。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北东土地，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北，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
那时结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9六子期降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9六元胎佛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酒3山托红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酒，在3山托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池期来洗澡，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敛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若是仙衣鞋交与尔等儿，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原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可隐心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果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3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3期末节大开普度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原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将相信书皇母训子十戒以及天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由一悲生大放为母，我且合同父语。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原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
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缘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缘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从此，黄母之缘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尖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安得闲于不？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每想而在世苦，母心难安。自三山托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寅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黄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今时下运也至为母降道差三佛半末后普度收圆，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缘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三佛办理末后一着的普度收圆。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一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二行公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弃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资料来源网址1-833-485 ndroducdao.html 先天大道简介中英对照 http://www.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6/c63006.htm Introduction to DAO 先天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to DAO 中英对照先天大道简介一和为先天大道，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三求道是求什么？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六
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以何为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的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这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故曰先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去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亘古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在混沌未判之初，宇宙间只是一团灵妙理，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故大道无名，强名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到这个名词来代表它。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道又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因此在2-3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器，留下千经万典，传下诸多去恶从善的修持法门，同时也让芸芸众生认识了冥冥中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义。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道之本体与妙用的合一。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千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局限于宗教的领域里。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及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道之真义，在先天之先不为先，在后天之后不为后，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指，为道即大不可量，
即为不可指。不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贯，无所不通，无所不彻，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贯彻了33天外，贯彻了千经万典，贯彻了千法万法，贯彻了千教万教，贯彻了千佛万祖，贯彻了我之一身。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义，人人必须知真觉，亦即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道的宝贵在于它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各有其时，4时之交替，万物之消长各有其序。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人一生之主宰，曰性理，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治理，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不，先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因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无论是学识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识丁贩夫走卒，无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我们由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消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之视听言动。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又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的不增不减，但自具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性老。我们了解了个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
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贫贱富贵，均无分无别。因此，我们能求得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至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固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形无相，即是真空。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本也。妙用者，万灵真在也，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故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道离无身，此身百无一能。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我们往往会赞造物主的神奇。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我们身上的这个真理不也是一样吗？每一分一秒，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虽成千上万，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一切有条不紊，自然而成。道在无身，运用自如，在眼能视，在耳能听，在口能言，在鼻能闻香臭，在身能运用行动做事，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只主宰着天地万物，更主宰我们一身。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与我一身主宰，并非二也。道的本体无形无相，我们肉眼看不到它，手也摸不到它，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其妙用，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及造福人类的文明，此即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便以灵魂代表它，我们称其为自性老。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毁坏，我们也称其为真我。此真我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朽的。现在我们来生一看，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相的肉体，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我们就可发觉
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我们一般均习惯以相貌认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我们的内脏呢？现在科学昌明，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植入人体。我们不能因此说这人不是他自己了。就算头的脑细胞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的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因此有形有相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之中，不拘数十年又变成一堆黄土。因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假我。对于真我和假我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可以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求道了。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先天大道，求得的就是三宝。三宝简单明了，但也博大精深，其内容在求道时会详细解说。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首先，求道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朽的真我，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假若迷失真我，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若是认假为真，更是我们为了盲目满足假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因此，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真我假我协调融合，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其次，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这个门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自然由大门离去。如果此门无法开启，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就可能会摔断腿。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被迫另寻旁门，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临终时，其肉体皆显现山僵硬、恐惧、无助与挣扎之相。求道就是开启我们个生来死去之正门，也就是通天大路。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求得三宝，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100年之后，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先天大道之宝贵，即是千经万典不如一点。此典打开玄关正门佛门，天堂大路一步直超级的永生之道。此典宝贵，超佛越祖，超经越典，超越天地。得到这一点宝贵，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故曰超生了死极的永生，不毁不灭之先天大道也。此乃即是人人原来固有的，必须返回天之道也。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缘求道，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这是第一步。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益，离苦的乐。人生在世，遭受种种之苦恼，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身上固有的道，找回我们本有至真至善至美具足圆满永恒不朽的真我，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合于理，止于至善，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心为一身之主，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则不相随心转，还可以改变命运，趋吉避凶，朝向光明，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2堕地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道的真义便代代单传独授，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如中国、印度等。奈何近100年来，人类受物欲所逼，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甚至竟将制造威力极大的杀人武器。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在近代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无数小战，伤亡无数。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造成大气臭氧层之破坏，全球性气候的改变，人心之变，干造了天灾人祸连连。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浩劫，因此上帝洪恩慈悲，特将大道谱传于世，以挽救良善。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着道心，以良心待人处事。当遇有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只要诚心使用3宝，必能灾必劫，逢凶化吉。此事验证甚多，不胜枚举。3超生了死，人生有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病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而人间种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易变的，尤其当旅程结束时，终就成空，归宿渺茫，更不禁令人凄独怅惘。是以智慧者有鉴于此，乃以超生了死，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为人生至高之目标。古代先修后的，因此古人为求超生了死，尽毕生之力苦修苦行，仍难以访得名师达成心愿。如今大道普传，先道后修，在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一指，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我们得道以后，认识了真我，以真我为主宰，远离邪心妄念，让我们的心念、言语、行为，无论待人处事，皆合于良知。100年之后，真我灵性自然返回故家乡，永享平安喜乐。4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它必然萌芽开花结果。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兼善天下。求道之后，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享道的好处，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尽其一生精进不懈，则在世即成就圣贤事业，归天之后必证圣贤果位无疑。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天命就是3曹名师，名师一点玄关开，打开正门佛祖来。天堂非在我身外，天上地下我都在。此乃先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也。先天大道，天命宝贵，3曹名师这一点妙智机意，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非是在千经万典上的，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非是在世智辩聪上的，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非是在才高八斗上的，以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此自己的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其妙极矣。此者是无师智，此智是妙智妙慧，此智此慧是我本来固有的，由先天带来的，亦即是在找回来天地人万物万类未生以前我的初心，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先天大道之妙，此妙之贵，妙不容言，不学而知，不学而能，
亦即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用妙能。此知此觉此能此用，不用言语文字声色，不用思想，不用念头，不用言听是动，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这天地人万物万类实可分妙，也离不开其妙用妙能，故曰万灵真主宰也。设若天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河汉星斗乱序，日月无光，亦不能轮转，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皆不得其生存。设若大地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这金木水火土不能相配，则险象丛生，山崩地裂，海水枯干，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不能得其生存。设若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寸步难行，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总之全身不能动作。100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妙至极矣。设若觉悟认识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的支持而实行，即是天人合一，天人一体治理，绝言妙不容言，不是死后成佛，当体即佛矣。故曰如来佛，如是佛也。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勿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我们能得闻先天大道，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将自古不倾泻的大道普传于世，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另一方面，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祖上有德，根基深厚，佛缘成熟，才能够顺利求道。此外，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此愿可归纳为3个要点：一得道以后，愿以明记并实践道的精神，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皆愿以良心作为依归。2得道以后，愿以能力所及，助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3得道以后，绝不将求得的3宝告知任何人。3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若由我们泄露给其他人，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我们自己也违反了天律。的良心愿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真诚实践良心愿，
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净之正因道种，使它顺利萌芽、开花结果，才不至虚度这千载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顺利求道，原因之一即是沾了祖德的光。是故上天开恩，只要我们修道有恒，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超生得救。我们的子孙亦的印地，对父母祖先敬大小，这是最好的机会。只要具备以上条件，则无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求道，欲求得先天大道，脱出轮回之苦、地狱之灾，世间的穷通受忧、鳏寡孤独、生老病死苦，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必须我有得遇6万年良辰佳期的幸运。我本人心地善良，我有先天根基深厚，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此即天缘。我本人祖先有功德，做善事，此即祖上有德。我牧人遇到引导师度我得道，此佛缘已至。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或一同有修过宗教，今生遇天道降世，一同得道修道，此乃佛缘已至。6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现今正值上天恩开，先天大道普传，拯救良善之时，故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与众生契机为原则，因此求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这与以往许多人苦修苦练，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也正因为如此，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传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使人人皆有共沾天恩的闻大道的机会。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就以下几点来看。一、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道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不止在各大门创始之前，甚至在天地未生以前，道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任何教门，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事实上，不止宗教，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吻合与印证。若我们原有某种宗教信仰，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也不会使我们背弃原有的信仰，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有更深一层的体认。二、以良心经为最高规戒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戒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所以求道后的规戒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由真我良心主宰自己，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律法之钻研上下功夫。三不照良心愿行，有何后果？很重要的一点，求道并非从外在加给我们良心与真理，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因此求道后，所有真修实行之人皆是自动自发的。是不求道后，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而自然改过向善。四圣凡间修真我之实践，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因此现今大道普传，并不要我们家舍业到深山古寺之中修炼，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圣凡间修，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一言一行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依归，就是真我之实践。务由提升自己而兼善天下，求道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心灵更和谐。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借自身之提升，影响周遭之人事物，继而汇成一股力量，在这举世天理良心日趋沦丧之潮流中，匡正人心，力挽狂澜。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普传之宗旨，即弥勒佛的原慈大愿，化污浊的人间为人间净土，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国。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到是宇宙的至高真理？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真正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体认到，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许多贤贤得道之后，发出了大诚心、大信心、大智慧，真修真行，皆能参悟到，不只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到，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甚至一草一木，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体认至此，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而尚未求道或刚求道者，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以奠定初步的信心。任何人只要有求道，经过身但天命之名师点开玄关正门，传授三宝者，无论其功德高深为末，死后皆是身软如棉，面色如生，
灵性有正门归天，东不品湿，夏不腐臭，肾有多至数日不变，亦相满滞者。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但却无法否认个事实的存在。这种现象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但极其罕见而珍贵，而求道之人除信道不笃于反道拜德者，不敢定论外，其余则比比皆是。肉身既显似瑞香，足可证其灵性已登善境，当无疑问。二人虽不为万物之灵，其实是很脆弱的。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就难免天灾人祸的威胁，甚多以求道者，在遇到人力不可挽救之危急情况下，诚心使用三宝，皆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种例证多得不可胜数，无法在此一一例举。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道，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此后就随个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实践，而有或深或浅不同的体认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希望各位具有善根，有机会能得闻大道的先生女士，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皆能求道而同真善境。 Introduction to DAY. What is DAYI? DAO and MEII. What it is in DAOID. What do I get in RECI beginning DAOB? What do we need to receive DAOBI? What impact does receiving DAO have on MEDII? What can attest the validity of DAOI? What is DAO? Observing the cosmos and all the living beings consciously, among all the earthly activities and phenomena, we will find the existence of the laws of nature. There is a supernatural origin which guides all the operations happening across the galaxy, the earth, and the human beings. We call this source DAO. DAO existed before primordial time, and even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merged. It is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and it thereafter nurtures all the creatures and beings. Since it is unchangeable and does not evolve with time, it is the ultimate truth. It is what all saints and sages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had been searching for. The essence of Tao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ure. The law or the power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formed is beyond description, because there were no civilizations nor creatures, let alone languages. Since it cannot be applied any name, we simply call it Tao. After the world was merged, along with the mutations of the universe, we see the harmonious actions as exhibited in seasonal changes, rhythms of time and tide, and the balance of the ecosystem. We also find some conformity of human nature across various cultures. These prove the laws of nature.
This is the extension of that original Tao when it is substantiated and materialized. It merged into everything that is with and within us. Now that we know Tao is present universally and yet difficult to be recognized, there have been prophets and preachers trying to make us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the truth of life through various teachings and litera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They were scattered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 As a result, great commandments were taught to disciples and goodness and badness were differentiated. These teachings varied,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culture, background, timing and the level of each individual's comprehension. However, they all tried to express and transmit to their descendants this Creator and Chief of the universe. It is God, or what we call Tao. As we get to know it more and more, we will realize that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ffect covers every existence without any exceptions. Tao is actually the headwaters of all religions. It embraces the essence of all the preaching and teachings. And yet, it is superior to the system of belief. It is the nature, the universe itself. Tao or God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uthority and power of nature. It is also the headstream and superior to all. It is the unchangeable principle. Understanding Tao allows us not only to discover the center of all religious belief, but also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rigin and the highest power of nature. We will then be able to relate ourselves to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To probe further, Tao existed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ll, yet it was not anterior, which means that the creation was embedded in it. Tao emerges into the creation, yet is not posterior, which means that it is not thereafter limited. Among those created, however large, they can be measured, however small, they can be detected. It is only Tao that cannot be measured of its immensity nor detected of its existence. Therefore, it is larger than the largest and leaves nothing excluded, and yet it can be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and leaves nothing not penetrated. It is ubiquitous. It merges into and governs all. It is in charge of the space, the earth, human beings, all the creatures, and all existences. It penetrates and regulates the entire universe. It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scriptures, sutras, as well as dharmas. It encompasses all the religions, and it is what makes one a Buddha or a saint. It is the single chief of all. And, above all, it is in charge of each individual too. It is the divine self. This is the true meaning of Tao. We should get to know it this way and rediscover our own invaluable treasure. So, to practice Tao is to revive one's own conscience as well as everyone else's and to act upon it accordingly. Then, all people can be of one spirit, all nations can be in peace like a family, and the great harmony will come true. How precious Tao is! Tao and me. The significance of Tao is in its immensity and ubiquity.
Its mightiness guides the universe to carry on with changing seasons and evolving creatures. The countless aspects of the natural phenomena seem so capricious and yet really in order and in cycles. This almighty being also resides in each of us. It is the divine self, the natural quality of a person. It enables us to see, to feel, to taste, to hear, and to move without learning. While we research the ultimate truth in the universe, we should turn in upon and see into ourselves to discover that divine self. We will find the rules that govern the universe also comply with the way we are. Tao is not something too far to reach, nor too mysterious to comprehend. It is nothing particular, but has to do with our daily lives. We cannot do without it. Every movement we make, in order to see, to touch, to feel and to think, is associated with Tao. Consider how many wonders are hidden in our body, how delicately our physical functions are carried out. For example, when we shake hands, the components involved would include the coordination of joints and muscles, the chemical reactions of energy,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through nerve systems, and the actions occurring in our brain such as issuing orders, making judgments and analyzing situations. Even with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knowledge we have developed today, we cannot completely reconstruct such a function. Yet the ability to perform such a simple movement is there for all individuals,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of a person's knowledge and his/her being a grown-up or a baby, a scholar or an illiterate. These are the kind of abilities we come equipped with naturally, without learning and being taught. It sits within us and is in charge of all. It is Tao, never diminishes nor inflates. Worldly knowledge acquired through learning can be forgotten. A gymnast can abandon his/her techniques and a musician can lose his/her skills without practicing.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xtension are always in charge of the macro-universe, the nature, and the micro-universe, the human being's self. We are associated with it unconsciously since the first day. Because it encompasses the whole nature within us, we also call it native self. Tao is within and surrounding us. It needs not be worshipped nor debated over, because its existence is unconditional, regardless of race, color, nationality, religion or status. It is impartial and stays constant. In receiving Tao, we not only find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but also the divine self. We get to know the highest power in the universe as well as the genuine nature in charge itself. We discover the ultimate truth of the cosmos as well as the integrity of ourselves. Recognizing that the laws which govern the universe also govern us makes us be able to return to our true nature. To probe further, the most essential concept in Tao is that we all possess it intrinsically.
It is the wisdom and ability we were born with without learning or practicing. It is one's conscience, which is like the Spirit of God, the divine and immortal nature. It is invisible and intangible. For this reason, we call it genuine emptiness, which means that to be really empty, it goes beyond emptiness and can therefore have marvelous existence in it. Marvelous existence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ky, the earth, human beings, all the creatures, and all existences. With omnipotence, Tao is called Great Lord of all beings. This almighty being is not only in charge of the entire universe, but also in charge of oneself. So the proverb is, Tao is within self, which is the drive of all one's abilities. A physical body without Tao is useless. This is the treasure that we should all realize and fully explore. What it is indeed when we look around the world, we admire the miracles and wonders of nature. Countless things change and move simultaneously every second, and yet in order and in harmony. So do our bodies. Countless biochemical reactions and physical functions occur concurrently within our bodies. Without learning and thinking that comes subjectively, the thousands of activities that happen within us are the extension and action of Tao. And altogether, it is one single self. It functions naturally and automatically without the need for our intents to be involved. This is the effect of Tao within us. Tao is not only in control of the universe and nature, but also in charge of every human being in his/her own actions.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same source that governs us as well as everything else. Tao is invisible and intangible, but it has been working out its magic before day one. Thereafter, languages, cultures, religious scriptures, literature, and civilization were developed. They all originate from Tao functioning within us. People don't realize it is Tao that has been residing and working within us and have used soul to represent the confusing and yet irrefutable being. Because it is eternal and intangible, we also call it true self. This true self is the most abundant, brilliant, and imperishable being. Let us take a look at our tangible body and see if it can be the true self. We know the pictures taken throughout one's life show different faces and expressions. We recognize people by face, but our looks change and are not permanent. The handicapped, with impaired arms or legs, can also lead a complete life. One with a transplanted animal heart is still a human being. Even our brain cells keep decreasing and changing every second from the moment we were born. Therefore, the physical body is only the interim residence of the true self. Though it seems so real, solid and alive, it turns into dirt eventually. We call it false self because of its tentative and transient nature. By recogniz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e self and the false self, we understand the reason and importance for us to receive Tao. Luckily,
we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of receiving Tao and learning the three treasures. The three treasures are straightforward yet profound. The meaning and details of them will be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rite of receiving Tao. Here, we only discuss two issues. First, by receiving Tao, the true self gets plucked out. It leads to our conscience. Upon the time when material pursuance surpasses spiritual seeking, giving up the true self only makes us a walking corpse. In order to fulfill and satisfy the sensational desires of the false self, we may commit wrongdoings and harm others, eventually creating troubles for ourselves. Our inner conscience is identified and enlightened by receiving Tao. Thus, the body gets to work with the spirit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harmonious way, making our lives joyful and meaningful. Second, by receiving Tao, the front door or main gate of our bodies gets opened. It leads us to conscience, mercy and wisdom. When we leave a house, we leave through the front door. If the front door is locked, we may have to leave through the back door, or even by breaking the window or jumping off the balcony. We may fall and get hurt by doing so. Our body is like a house, and our soul is the master who lives in the house. One day, when the body is aged and depleted and the soul has to leave, we can imagine its horror if it cannot leave through the correct exit. This is the pain and discomfort human beings experience at the coming of death and after death. As we know, for most people, when they are dying, their body shows stiffness and signs of helplessness and confusion. After we receive Tao, the door of life and death will be opened. Being able to receive Tao and the three treasures while having the door to heaven opened,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cognize the true self and the Tao that dwells within us. We are going to treat people and the world with conscience and make our lives more meaningful. We can transcend life and death. Within 100 years, we will be able to return to where we came from. Therefore, the heavenly Tao is also the way to return back to heaven. To probe further,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is superior to studying thousands of sutras. This is the value of Tao.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opens the main gate, the front door, which is the entrance to heaven. It gives us the guarantee to be exempted from rebirth cycles and to reach eternity. The superiority of this enlightenment lies in that it surpasses Buddhas and saints, it exceeds the scope of sutras and dharmas, and it transcends the universe. Tao is therefore source of all sutras, king of all dharmas, mother of all Buddhas, and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Transcendence of rebirth cycles leads to eternity. Being imperishable, Tao never deteriorates, and we have never lost it at all. Hence Tao is the direct way back to heaven. What do I get in RECI beginning DAO as mentioned earlier? By receiving Tao, we act upon our conscience, gain more wisdom,
and find the door to heaven. In addition to these basics, we also benefit from the following for our lifetime. A. Being away from sufferings and closer to happiness. The troubles and worries we face in our daily lives mostly result from our disregard of the true self. Receiving Tao helps us to recognize the Tao that has been dwelling in us and to restore the beauty of the true self, so that our behavior and mind is free from being controlled by the earthly pleasures and being swayed by the losses and gains of the material world. Since our minds are cultivated spiritually, devils would not approach and get close to us. Thus, our fortune can be altered from bad to bright, and we can obtain real joy. B. Being away from disaster and calamities. Tao has been passed on through generations to one single mast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 The thread of its passage weaves through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cluding China and India. However, in recent centuries, human beings have been trapped by materialism and a weaker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Wars promp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ful lethal weapons. In reviewing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human history, we realize, in just less than 100 years, there have been 2 major world wars, which caused numerous killings and tragedies. The ab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also destroyed the ecology, causing damage to the ozonosphere and the unbalance of the climate. The corruption of human beings' minds has called the natural disasters to come. The human have created calamity. God, with His mercy, makes Tao available to everybody in order to save good people. After we receive Tao, with the true meaning of Tao in mind, we will be conscientious. We can use the 3 treasures whenever something dangerous and uncontrollable happens to us. We will be able to get away from bad encounters. This is a confessed fact. See, transcending life and death. Life is a mixture of happiness and bitterness. Throughout the journey of life, we experience birth, growth,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Joys are momentary and wealth is here today and gone tomorrow. Rather than seeking the pleasure of material life, the wise make full use of their lifetime searching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and eternity. In old times, Tao could only be received after harsh self-cultivation. Among the hermits looking for the master in order to receive Tao, only very few could obtain it. Whereas in this century, Tao is allowed to be spread and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authorized masters to the truth seekers. The master points out the main gate of life and death, assuring the completeness of our true self. With the true self as our guide, which keeps us away from evil and greed, it helps us think, speak, an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onscience and intuition. Death then becomes the return of our soul to the eternal and peaceful home where we came from. Thus, we will have lasting joy. The achieving sacred beings,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which reveals the true self,
is like the planting of the seed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grity. Through self-cultiv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the nurturing of wisdom, kindness, and purity, it will blossom and produce the fruit of sacred mind and eternal life. In time of overwhelming utilitarianism, Tao is the lighthouse to the truth. Receiving Tao, and then cultivating ourselves, not only improves our own lives, but also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better the world. After we receive Tao, we act upon our conscience and care for people around us. We cherish Tao and disregard personal disadvantages. Then we make an effort to spread the message of Tao to the world, in order for everyone to benefit from it. We are devoting ourselves to the work of God, and certainly will achieve spiritual perfection in both this world and the world after life. To probe further, the supremacy of Tao is based on the heavenly decree of God, by which Grand Masters can perform the passage of Tao.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from Grand Masters directly opens the main gate of our bodies, which revives our divine nature. It reveals that heaven is not beyond oneself. Instead, one's true self merges into the entire universe. This is the supremacy of Tao. 1. With the heavenly decree,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is extremely profound and marvelous. It cannot be completely expressed by any words of languages. It is not recorded on any scriptures or sutras. It cannot be described by preaching, nor can it be acquired by human intelligence, nor derived from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nor achieved from gifted talents. Because the above-mentioned all have to be created and can be eliminated, which means that they cannot last forever themselves. They all bear partiality and cannot be applied universally. Hence, they cannot surpass life cycles, nor can they reach eternity. 2. The wonder of the effects and omnipotence of Tao is beyond words. It is the wisdom that does not come from learning. It is what we acquire from God and possess intrinsically. It is the same divine heart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It is conscience, the holy heart. It is the divine and immortal nature, the Spirit of God. 3. Tao is too marvelous to be described. It makes us know without learning and function without practicing. It is a prior wisdom, perception, potency, and ability. It is not constrained by words or languages. It functions without thinking, intents, or even actions. However, it can create the sky, the world, the human, all beings, and all existences. All these, after being created, still cannot carry on without Tao even for one moment. Tao is therefore called Great Lord of all beings. 4. Without Tao, the stars and planets in the sky wouldn't have been in order. The sun and the moon couldn't have illuminated or revolved properly. Then the yin-yang energies wouldn't have circulated, and, as a result,
this world wouldn't have been suitable for all of us to live in. 5. Without Tao, the 5 primary elements of the earth, metal, wood, water, fire, and soil, wouldn't have been balanced and complemented one another, which could have put the entire world in chaos. Mountains would have collapsed, lands would have cracked, and oceans would have dried up. Likewise, this world wouldn't have been an environment for us to live in. 6. Without Tao, we, human beings,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walk, to see, to hear, to speak, or to move. Our physical bodies would deteriorate quickly into a pile of soil in 100 days. 7. If one really comprehends the effects and omnipotence of Tao, and can practice accordingly and persistently, one can communicate with and be united with God. This is the absolute truth. It is a glory and marvel beyond description. Therefore, it not after death that one becomes a Buddha. It is when one is still alive that one achieves being a Buddha. And to be a Buddha is to revive and hold on to one's divine and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what we benefit from attaining and practicing Tao. What do we need to receive Tao? We have discussed the many benefits we obtain after receiving Tao. Some would wonder why there is so much given to us. Of course, we should realize it comes from God's grace toward human beings. This allows Tao to be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at the approaching of the worldwide calamity. People with merit and conscientious mind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learning about Tao and the way back to heaven. It always holds true that people who had the fortune of receiving Tao are derived from the tree of righteous ancestors. In addition, during the passage of Tao, it is required that we make promises to God that, after we receive Tao, we will keep in mind the true meaning of Tao and put it into action in our daily life. What we speak and what we do will all be based on our conscience. After we receive Tao, we offer help to those in need of it, and do our best to indicate Tao to more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all benefit from the grace of God. After we attain these 3 treasures, we promise not to tell them to any other person. The 3 treasures can only be transmitted through authorized masters in front of God. If we reveal them to any person, they become invalid to the person, and we also defy the heavenly decree. All the promises required are reasonable and achievable. It goes with our nature. If we practice and keep the promises, we will be able to become a wiser and a better person. We will become merciful, and nurture the good seed of Tao planted in our mind. One last thing to mention is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we are able to receive Tao is due to the good deeds of our ancestors. Therefore, as we persistently practice Tao, our ancestors will also benefit from it, and so will our descendants. As long as you are prepared for the above mentioned, you are qualified to receive Tao,
no matter what nationality, race, or religion you belong to. Notes: in order to be exempted from the rebirth cycles, to avoid the ordeal of hell, to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and misfortunes in our lives, and to be able to return back to heaven after death and enjoy permanent happiness, we have to receive Tao. And the general qualifications are: 1. To be with a compassionate heart, and to be fortunate enough to be born in a time when Tao is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2. To have sowed the seeds of virtue by helping many people and offering lots of charitable services in the previous lives. This is the divine affinity with God. 3. To have ancestors with beneficences and welfare work as well. 4. To meet the introducer and guarantor who indicate the way to attain Tao to me. It is very likely that, in the previous lives, we did charitable services together, or we cultivated together in the same religion. So, in this life, when Tao is available, we can help each other out and practice Tao together again. So time is ripe for Tao due to our divine affinity. VI. What impact does receiving Tao have on me? As we mentioned before, and like the old days when hermits had to leave their families to receive Tao through meditation and self-cultivation, Tao, at the present time, can be received in a way that is applicable and conforming to our practical needs. We don't have to give up our lifestyle in order to attain Tao. By the grace of God, Tao is intended to be delivered to the public at all levels of occupations and around the world, rather than being limited to a privileged group of people. The impacts that receiving Tao can have on our daily life ar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A. Receiving Tao creates no conflicts with any religions. Tao governs the universe, including all human beings. It existed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ny religions. It is concordant with all religions, in the sense that religions preach the awareness of conscience and the pursuit of the truth. We don't need to give up our religion in order to receive Tao. On the contrary, by receiving Tao, we will hav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The conscience becomes our ultimate guidance due to the variations of cultures, customs, backgrounds, legislation, and value systems.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universal guideline for all of us to follow in our daily life. In receiving Tao, the main commandment is to act by our conscience, the true self, rather than by literature. We should be sensitive to the conscience, rather than be familiar with the laws. C. We will voluntarily keep the promise made while receiving Tao. Through receiving Tao, we are not offered conscience or true self, but merely the opening of the door to a wisdom and mercy. Therefore, we restore the heavenly principles inherent in us, and strengthen the power originating from our conscience. There is no external force that makes us keep the promises and commitments that we made when we received Tao.
The only force comes from the guilty feelings that result from our misbehaviors, which reduces the mistakes we make. Practicing Tao can accommodate our worldly affairs. The fulfillment of practicing Tao and conscientious awareness does not have to be accomplished in a temple or church. It is not required to abandon worldly belongings or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attain the ultimate truth. Each individual can still have his/her family, career, and schooling at the same time. As long as we keep in mind the basic guideline, we should have our practicing Tao and getting closer to our divine self. We will make a better world by improving ourselves first after we receive Tao. By realizing the true self and what we are, the feeling of joy comes to us. The improvements on the quality of our spiritual life will affect people surrounding us. By interact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in Tao, we will make the world better with lower crime rate and less pollution. The wish of Maitreya will finally come true to turn the world into God's kingdom and make people all live in harmony. What can attest the validity of Dao Tao, due to its completeness and generality, regulates the totality of all beings. Many people, after receiving Tao, with their wisdom, faith, and devotion, realize that Tao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governs all things. They comprehend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not only through literature, but also through daily living and nature. Their faith in Tao becomes strengthened and they move forward in their spiritual life. However, for people who haven't or just received Tao, Tao can be confirmed through revelations. Anyone who has received Tao with the front door open shall die peacefully. One proof of this is that for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Tao and died, their bodies remain soft and their faces vivid. Since the soul leaves the body through the correct exit, the corpse can actually remain uncorroded for a few days. With the most advance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However, it is a fact that cannot be denied. This has happened before in some religions, but very rarely. For people who have received Tao, this kind of testimony is ubiquitous, unless they have committed serious sins and corrupted their own mind. This can prove the soul has reached an ultimate harmony. Being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things on earth, human beings are nonetheless weak. Since birth, we are subject to unpredictable acciden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re have been many people who encountered danger, used the three treasures with faith, and got away from the danger or reduced the damage to the minimum. Testimonies of this kind are numerous. The above two mentioned are rarely heard of and difficult to believe, but they are the immediate security given by God once a person has received Tao. Thereafter, with each individual's faith, wisdo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good deeds, one will come to know the truth more and more.
It is up to you to experience the value of this treasure. I hope 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ao, experience it in your life, achieve ultimate perfection, and realize eternity. 三宝 The three treasures for new Tao receivers. 大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却有更多无价且必须要全力以赴来追求的东西。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life worth celebrating. However, there are even more priceless things worth pursuing with all our efforts. 2500多年前，当释迦牟尼佛仍是王子时，亲眼目睹了人世间之生老病死。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找到一条永恒之路。于是，他放弃了王位及荣华富贵，四处去找寻名师及永久解脱的法门。后来，燃灯古佛为他受记，最后他修成了正果，也留下了许多的经典，引导众生开悟正果。About 2,500 years ago, when Sakyamuni Buddha was still a prince, he witnessed the four sufferings of life: birth, old age, sickness and death. He told himself, "I've got to find the way that leads to eternity." Thus, he gave up his throne and fortune in search for an enlightening master and a way to eternal liberation. Later, he was initiated by Dipamkara Buddha and eventually reached Buddhahood. Sakyamuni Buddha's teachings were collected by his disciples as sutras. The large collection of sutras have continued to guide sentient beings even till this day. 在一般人的思维里，极有价值、罕有又很不容易得到的东西，而且是人类所一直在追求的，我们才会称之为宝。今天，您在上天的恩典及诸佛菩萨的祝福下求了道，得了三宝。得道就是当初佛陀及古往今来的修行者、宗教家倾毕生之力所追寻的永恒之路。过去因为天时未至，道是单传独授，得道者稀，修行者常有，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憾。如今上天慈悲大开普度，得道者众，求道者可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虽然得道容易，也是自己累世佛缘根基深厚，祖上有德所致。所以当您求完道时，大家都给您道喜。Generally, we call a precious, valuable, and rare item which is highly sought after as a treasure. Today, because of the grace of heaven and the blessings from all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you have received Tao and the three treasures. Tao is the way to eternity that Sakyamuni Buddha, countless cultivators, and religious people had been searching all their lives. Before 1930, Tao was transmitted on a one-to-one basis.
An enlightening master could only transmit Tao to a one qualified individual because the timing for universal Tao transmission was not ripe. The number of people receiving Tao were scarce due to the lack of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an enlightening master and receive Tao. What a pity! Because of the grace of heaven, now is the time for universal Tao transmission, and therefore, many peopl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ao. Although it may seem relatively easy to receive Tao, receiving Tao is actually based on your affinity with Buddhas, your deep spiritual foundation, and the beneficence of your ancestors. Thus, after you have received Tao, everybody would express their heartfelt joy and congratulate you. 依照三宝来修行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第一，跳脱生死轮回；第二，净化我们的业力，改变命运；最后返回天上的不家乡。Practicing these three treasures can truly help us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Transcending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2. Cleansing our karma, changing our destiny, and eventually returning to our heavenly home. 一般的人由于业力的牵引，不得不再度来到这个世界上，每来一次就会造些业，漫漫的人生路上，总是有着诸多的不如意、抱怨、忧愁、烦恼、病痛等。面对命运的枷锁与生死的轮回，却不知所措，更无法跳脱出来，实属无奈。Because most people as destiny are led by their karma, they have to go through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repeatedly without choice. Each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would accumulate some karma, good and bad. Therefore, their long journey of life would be fill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complaints, worries, annoyances, sickness, and sufferings. Life's journey is never what we expected. Most people are imprisoned by fate and trapped in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They feel helpless because they failed to find a way to become liberated. 我们人的身体只是灵性暂时居住的房子，当生命旅程结束时，灵性会脱离身体，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而求道时得到的三宝就是回天的凭证。这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以下是像是需要您放在心上的意，不要忘记三宝，也不可以泄露三宝。二不反倒败德，三多了愿，多行功立德，如此我们才可以回天上的故家乡。Our physical body is a temporary home for our soul. When the journey of our life comes to an end, our soul will leave the body and enter another world. The three treasures you have received are the token for returning to the heavenly home. The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our lives. The following are the three main points that you need to keep in mind. 1. Do not forget and disclose the three treasures. 2. Do not do anything illegal, immoral,
or harmful to yourself and others. 3. Do as much as you can to fulfill your vows and accumulate merits and virtues. By following these 3 points, you will be able to return to the heavenly home.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地介绍一下三宝。Now, let us briefly introduce the 3 treasures. 第一宝，玄关窍，灵性进出的门户。The first treasure, heavenly portal, the main gate to our true nature/true self. 在庄严神圣的求告仪式中，电传师在我们的玄关窍这么一点，点燃了自信之光明。当下玄关窍立刻现出了如同绿豆大小般之佛光。我们可以看一下各宗教圣人的画像，每位圣人之头部都有一个光圈，此光乃是自信之光。借着后续的修行及行功立德，此佛光会逐渐扩大，最后就像各教圣人的光圈一样地光亮圆满，展现出来的智慧及德行，随着因缘愿力而四处利益众生。During the solemn and holy Tao receiving ceremony, Tao transmitting Master pointed at our heavenly portal to illuminate the light of our true nature. A small halo will radiate from the heavenly portal immediately afterwards. If we look at the portraits of the saints from different religions, we will see that they all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which is the halo behind each saint's head. The halo is the light emitted from the true nature. The halo will expand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ultiv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merits and virtues. Eventually, our halos can be as round and bright as the halos of the saints. Then, the wisdom and virtue we exhibit will accompany our vows and affinities to benefit all mankind. 玄关是一个正门，也是修心的下手处。行住坐卧之中，常收束身心，从玄关发出之念头，都是正念、慈悲心、喜舍心、智慧心。心提心念在玄关，再用玄关去听、去看、去应对一切事物，便能与佛菩萨以心应心。Heavenly portal is the main gate of our body. It is also the starting point for us to cultivate our heart. Every day we need to manage our mind and body properly. Each and every thought from the main gate is righteous because it is full of mercy, compassion, joy, giving, and wisdom. Focus our mind slightly on the heavenly portal and use this focused attention to listen, look, and deal with everyday matters. Then, we can unify our heart with the heart of Buddha and Bodhisattvas. 我们求道，是了解我们有个真主人，真主人也是住在我们的家里面。每间房子都会有主人的房间，主人有主人该睡的地方，客人有客人该睡的地方，这不能错乱的。Receiving Tao is to help us recognize the true Master. Our body is like a house. Now,
We know that this true Master lives in our house. Every house has a master bedroom. The master bedroom is the room where the Master sleeps in. Guests have to sleep in the guest rooms because only the Master should sleep in the master bedroom. This arrangement should not be altered in any way. 各教经典也有关于玄关窍之论述。子曰：谁能出不由户和莫由私道也？每个人要走出房子，都要经由门户。个肉体犹如火宅，修行者欲跳脱此火宅之束缚，何不走这一条光明大道呢？ The classics, sutras, and scriptures of different religions all contain descriptions of the heavenly portal. Confucius said, "Who can go out without using the door? So why doesn't anybody follow the way?" Now everyone gets out of the house through the door. The physical body is like a burning house. A cultivator needs to take the correct and bright path in order to break free from the confinement of the burning house. 圣经里也提到， Testimonies of the heavenly portal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Holy Bible.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The light of the body is the eye. 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thine eye be single, thy whole body sha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 Matthew 6:22 But if thine eye be evil, thy whole body shall be full of darkness. If therefore the light that is in thee be darkness, how great is the darkness? 马太福音 Matthew 6:23 The lamp of thy body is thine eye. When thine eye is single, thy whole body also is full of light, but when it is evil, thy body also is full of darkness. 路加福音 Luke 11:34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点。 It is good for thee, you, to enter into a life with one eye, rather than having two eyes to be cast into the hell of fire. 马太福音 Matthew 18:9试问是用左眼还是右眼上天堂进入永生呢？肉眼早晚会毁坏的，如何使人上天堂呢？ After reading the above verses, some questions may arise. For example, should we enter heaven and attain eternal life through the left eye or right eye, since the eyes of this physical body will deteriorate one day? How can they help us return to heaven? 玄关窍已被点开后，好好地修持，久而久之，身体内外真的会光明，连毛细孔都会发出光来。尤其是真修持练得到清闲，只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而已。点 Once the heavenly portal is opened, if we cultivate Tao sincerely for some period of time, then both our internal and external body parts including our pores will be luminous.
This is true for Tao members who have cultivated sincerely and truthfully. However, the light or halo emitted from the body cannot be seen with the naked eye. 佛经也提及，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点是问。佛陀所言之正法是藏在左眼或右眼呢，或是第三之真理眼求获到的人就很清楚答案了。In the Buddhist Sutra, Sakyamuni Buddha also said, "There is the true Dharma in my eye, there is no form, there is no word for it. So where is the true Dharma hidden? Is it hidden inside the left eye or right eye, or is this Dharma hidden inside the third eye, the eye of the truth?" The answer is very clear for any Tao receiver. 儒家所说的君子圣其独也，指的也是我们的自性佛性，是独一无二的，来自上天，要善加戒慎保护，莫让它受到污染。慎独的功夫，简单的说，就是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以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精进永恒地向导前进。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 noble person needs to be cautious with the One. The One is referring to our true nature or true self, which is unique and came from heaven. We need to be cautious by protecting it from pollution. In other words, we need to keep a good heart, say good words, and do good things. We need to do all good deeds continuously with all our efforts. 一个人若平日能够时常守玄，祥和之气自然会引发善因缘的发生。佛像尚未开光，佛没有被请入，拜他是没用的，那一尊佛不会接受。你本身就是一尊佛，要开光，要求道，求道就是开光，告知你真主人在哪里。If a person can keep his mind focused on the heavenly portal constantly, then the peaceful energy emitted from him may attract or accumulate good affinities. A Buddha statue needs to be initiated so the spirit of the Buddha will be invited into the statue. Otherwise, it doesn't matter how often you worship the Buddha, he will not accept your worship. You, yourself, is a Buddha. Therefore, you need to be initiated by opening up the heavenly portal. How can the heavenly portal be opened? It can only be opened through the Tao receiving ceremony. Receiving Tao helps us to rediscover the location of our true master. 我们平常时候，精神是外放，眼要看，耳要听，吃进去的营养也一直在消耗。守玄有助于减少营养与能量的消耗，同时让更多营养转为能量，运行于身体，让脉络畅通，减少病痛，促进身体健康。Every day a lot of our energies and spirits are wasted on the things we see with eyes, we hear with our ears, we think with our mind, etc. Thus, the nutrition for our bodies is constantly being used.
When we calm down and focus on the heavenly portal, it helps to lower the energy and nutrition consumption of our bodies. At the same time, it helps to turn more nutrition into energy, transport the energy throughout the entire body, and make the energy channels freer so that the energy can flow with less obstruction. If energy can flow freely, then we would not get sick so easily. As a result, our health would improve. 第二宝，口诀五字真言。 The second treasure, heavenly mantra, the 5 words. 念五字真言，不是外求净土，而是内生净土。口诀又名五字真言，口之修养也。口轻而诱人，骂人则口不轻，实着者口不轻，言实以正，有道也。 Reciting the heavenly mantra silently will lead us to the inner Pure Land within ourselves instead of the Pure Land on the outside. The heavenly mantra is also called the 5 words. It is use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outh. Benevolence is expressed through a pure mouth. If one curses and consumes impure food, then his mouth is considered to be foul. Therefore, if you say good words and consume pure food, then you can become one with Tao. 第一个字，无即无对待之真理世界一性佛性自性。真我二儒家中庸之天命之谓性，也就是说，我们都是老母的分灵，都是兄弟姐妹。 The first word means Wuji. It is the world of absolute truth with no opposites. It can be explained as 1. Our true nature, Buddha nature, true self. 2.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what heaven or heavenly matter confers is called true nature. In other words, our spirits came from heavenly matter. In this sense, we all are brothers and sisters because our spirits all came from the same origin. 第二个字，太极有阴阳相对待。 诸如日也、善恶、高矮等，也可以理解成一人心二儒家之率性之谓道人们的心思是错综复杂且迷惑的，因此需要依循着上天所赋予之纯善的天性走在正道上。 The second word means Taiji. It is the world of duality. Duality consists of having 2 opposites such as the sun and moon, day and night, good and bad, tall and short, etc. It can be explained as 1. Our mind. 3.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accordance with true nature is called the way, Tao. The human mind is complex and often filled with confusions. Therefore, we need to follow the true nature from heaven and take the righteous path. 第三个字，黄极物质的现象世界，它不是永恒不变的。 也可以理解成一人身二儒家中庸之修道之谓教。 The third word means Wanji. It is the world of physicality, which is the one we live in. Nothing in this world is permanent. It can be explained as 1. Our physical body. 2.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Cultivating the way Dao is called education. 要走在正道上，是需要有正确的教育与引导的点。In order to be on the righteous path, we need to have the correct education and guidance. 信心身是一贯的，信在心思万计，生命万能；信去心思尽失，生命不动，一句此诗而已。Our true nature, mind, and body are one. Without the true nature, our mind and body are useless. 第四个字是放出去，无所不在。The fourth word means permeating. The greatness of our true nature can permeate the universe. 第五个字是收回来，回到玄关窍里。The fifth word means contracting. Our true nature can contract and return to the heavenly portal. 我们的自信是无所不在的，而且自信是没有分别、没有对待的，才称为无极。无到极点就是没有分别对待。Our true nature is everywhere. It is absolute. It doesn't discriminate or judge. Thus, it is also known as Wuji, which means genuine emptiness. 弥勒也有慈爱之意。修行上让慈爱布满个宇宙，就如同老母及诸佛菩萨对众生的爱是没有空间的限制的。The fourth and fifth words can be combined to mean mercy and loving kindness. As we cultivate, we learn to love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with mercy and loving kindness, just like how Lao Mu, Heavenly Mater,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love all sentient beings without spatial limitations. 常念五字真言，你就与弥勒祖师及供活佛老师有感应，遇困难时感应就快，心不平静时默念五字真言，有问题时静不下来时默念五字真言，就有妙智慧。当念到一心不乱时，意志可穿越时空，直入佛之愿力之间，让能量发挥到极致。By silently reciting the heavenly mantra often, you will create a strong bond with Maitreya Buddha and Jigon Living Buddha. Then come whenever you encounter some difficulties, Buddhas will get the signal more quickly. When you feel unease or disturbed, recite the heavenly mantra silently in your heart, then your great wisdom may arise to help you resolve any difficulty. And when you silently recite the heavenly mantra with full attention, your willpower can permeate through time and space, and enter the power of Buddha's vows. Then, the strength of the mantra will reach ultimate attainment. 孔老夫子说过，人莫见于流水，而见于止水。诚心专注一念诵五字真言，有助于内心的平静祥和，更清楚地看清自己，遇到事情时能做出更正确的判断与决定，并更有效地完成工作任务。Confucius said, "Men do not look into running water as a mirror, but into still water.
Silently reciting the heavenly mantra with sincerity and full attention helps to pacify our mind. As a result, we can see ourselves more clearly, make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more correctly, and complete daily tasks with more efficiency. 第三宝，合同学习宽恕。 The third treasure, heavenly hand sign learning to be forgive. 手抱合同也意味着与仙佛合，与仙佛同，把我们的佛心、自性、愿力和诸佛菩萨的佛心、自性、愿力相合在一起。我们和同修之间要和，才能同人与人之间要和要同，就要学习恕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习宽恕。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就是一种宽恕。人与人之间多一些体谅宽恕，才能和，才能同。若小同都无法做到，如何世界大同呢？此手印也是回天的一个凭证。Holding the heavenly hand sign means to unify our true nature with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It is the unification of our true nature and vows with the true nature and vows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Similarly, we need to unify with all people including other Tao members by getting along with them. We need to learn to be more cooperating, understanding, tolerating, and forgiving, so we can form a perfect union. Confucius said, "Do not 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not have others do unto you." The last words of Jesus Christ were also words of forgiveness. In order to form a perfect union with others, we have to be more understanding and forgiving. If we cannot form unity with the people in our society, how can we form unity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achieve great harmony? The heavenly hand sign is also a token for returning to the heavenly home. 现在来探讨一下三宝的修持。 Now, let us examine further the practice of the three treasures. 三宝珍藏蕴含道统真传、天命真传、心法真传，这三样每一样都很重要。The three treasures encompass the true transmission based on the lineage of Tao and the mandate of heaven. It is the wordless heart-to-heart transmission. Each of the three treasures is equally important. 求道时，点传师点的右手点完玄关之后，会用左手在玄关前做一个覆盖的动作。此动作之意义为何呢？简单的说，左手的手掌心就像一面镜子，要我们用此自性之光向内照视自己，也就是一般所称之回光返照，自我省察、自我检视，也是修行的开始。During the Tao receiving ceremony, Tao transmitting Master pointed at our heavenly portal with his right hand and made a gesture of covering it up with his left hand. What does this gesture mean? Simply speaking, the left palm is a metaphor for a mirror.
The gesture signifies the constant use of this mirror to examine our inner selves. Self-introspection and self-examination are the beginning steps of doubt cultivation. 每个人自身有个自性，真主人在当家，不是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产生之六种情境当家，也就是说，不被眼见之事物、耳听到之声音、鼻子所闻到之气味、舌头尝到之味道、身体所触摸到的东西及自身之习性来掌控我们。Every single person has a true nature or true master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mind and body. We should not let the 6 perceptions produced by the 6 roots of sensation, eyes, ears, nose, tongue, body, and mind, be the master. In other words, we should not let what we see with our eyes, what we hear with our ears, what we smell with our nose, what we taste with our tongue, what we feel with our body, and what we think with our mind, be in control. 现代人生活过于忙碌，需要留点时间收心。济公活佛老师慈悲说过，平时常手悬，祥和之气自然会引发善因缘的发生。为什么我们修道到最后，心性无法再提升？因为我们很少去反省自己，甚至从来不问自己内心深处什么是我们的真正需求，什么是我们的根本。若不从根本上去下功夫，以为来佛堂听道理就是修道，心性当然无法提升。Nowadays, everyone lives a very busy life, so we need to spare some time to relax and bring peace back into our mind. Our holy teacher, Jigon Living Buddha, mercifully said, in your daily life, you need to find a suitable time and place to focus on the heavenly portal and empty your thoughts. Then, the peace and harmony around you will attract good affinities. How come our mind hasn't been elevated even though we have cultivated for some time? It is because we seldom examine ourselves. We never introspect ourselves, try to figure out what our needs are, and what the root is. If we think doubt cultivation is merely coming to the temple and listening to the Tao lectures, then our mind could never be elevated. The reason is that we do not cultivate from the root. 光可以说是动植物的一个生命之原点和同，代表一阴一阳融合在一起，正负阴阳磁场能相通。手抱和同，平日诚心敬意叩首礼拜，加上佛光的照耀及平日的行功立德，对身心健康有莫大之助益。Light can be recognized as the source of life for animals and plants. The heavenly hand sign symbolizes the combination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magnetic fields. When we hold the heavenly hand sign and pay respect to heaven and Buddhas wholeheartedly, the heavenly light will shine on us.
This heavenly blessing and the daily accumulation of merits and virtues will benefit us greatly in every aspect. 修持三宝时，首先要做的就是自我的反省，然后向第一宝自信佛忏悔感恩。生生世世以来，我们不断的在轮回，身口意不断造业，污染了自信佛，让其承担了罪业，不需忏悔。同时也因为自信的作用，个肉身得以行功立德，利己利人，不需感恩于他。When practicing these three treasures, the first thing we need to do is to truly introspect ourselves. Then, we need to sincerely repent and thank our true nature. We have been through many cycles of life and death. In every cycle, we created karma, good and bad. The bad karma we created had polluted our true nature. At the end of every cycle, we burdened our true nature with the sins we committed. Therefore, we need to repent for the mistakes and bad karma we created with our bodies. However, it is because of the possession of this physical body that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accumulate merits and virtues and create good karma to benefit ourselves and others. Thus, we need to thank our true nature for guiding our physical body in doing these good deeds. 第二宝，常默念五字真言，让心中的爱自然流露出来，爱自己，爱众生。第三宝，多包容宽恕别人。26时中，不论身在何处，更要时时提醒自己的心，愿力要和仙佛菩萨的心，愿力相合。If you silently recite the second treasure, the heavenly mantra, often, then you will naturally love yourself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If you use the third treasure often, then you will be reminded to be more tolerant and forgiving. Always remind yourself that you need to unify your heart and vows with the heart and vows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道场处处都是行功了愿的机会，要多行财施法施无畏施，度化更多众生返回故家乡。如此，必得上天加批拨转，不好的业力会逐渐消减，从此改变了命运。当然，当我们在布施或为上天办事时，目的并不在于希望能交换到上天的祝福，让自己得到什么好处。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诚心敬意和无条件的付出感动了上天，继之而来的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与拨转，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There are many opportunities within the Tao society for one to accumulate merits and virtues. We need to seize every opportunity to help more people to return to the heavenly home by making some material contributions, truth sharing, and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As a result, we will receive blessings from heaven. Then, we can change our bad fortunes and bad karma into good ones,
so our destiny can be changed as well. We do not make material contributions or propagate doubt for the sake of our own benefits. If we do good deeds with sincerity and without asking for anything in return, then heaven will reward us. We will, then, receive grace and great help from heaven. These blessings will come naturally to us without hindrance. 从我们求告那一刻起，我们的姓名就已经登记在生命册上，成了上天的人。上天无时无刻没有不注意着我们，都在看着我们有没有在用三宝，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济公活佛老师帮忙的。From the moment we received Tao, our names had been registered in heaven. We had become the citizens of heaven. Therefore, heaven will continue to watch over us to see if we practice the three treasures or need help from Holy Teacher, Jigon Living Buddha. 现今人类的物质科技虽较以往进步，但幸福的指数并没有提升，而且灾劫越来越多。部分的原因在于人的负向思考与行为、自私与贪婪，造成价值观的扭曲与变相。有太多的人对未来都有着不乐观、不安定的感觉。面对着下一代的子孙，我们能留给他们什么呢？想要圣凡如意，就先问自己有没有众圣轻凡。圣事就是上天所在办理的普度众生之事，凡事就是和我们个人相关之人间事。有句俗话说，你看重上天的事，上天也必定重视你的事点。 Technology and living conditions have improved tremendously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the index of happiness hasn't risen at all. In addition, there is an increase of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This is partly caused by humans' negative thinking and behaviors, greed, and selfishness. These thinking and behaviors twisted the values of our society. Therefore,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pessimistic and uncertain about the future. So what can we giv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if we want our worldly and holy affairs, the work of heaven, to be smooth and successful? Then we need ask ourselves if we have prioritized our holy affairs over worldly affairs. Holy affairs are defined as activities of truth-sharing and doubt propagation, and worldly affairs are defined as our day-to-day activities and matters. There is a saying, if you prioritize the work of heaven, heaven will prioritize your affairs as well. 愿大家能在三宝修持上多下功夫，守住自己的愿力，并实际付诸行动，本着真心佛性，借着的肉身来做佛事，共为三曹普度而尽心尽力，众生将会因你而得救，你也因众生而成就。如此，世界大同不再是个虚幻的名词，真正的和平必会来到的。
I hope everyone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practice these three treasures, guard your vows, and put them into action. Remember to make good use of this physical body by following your true nature/Buddha nature.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help with the salv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Because of your efforts, sentient beings can transcend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In return, you can succeed because of these sentient beings. Then, great harmony is not just an illusion. It will certainly be achieved.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与您。Thank you very much. God bless you. 余英社太平新说。
在你的风景，为保就派你下关，救助将官太不主。老母你我已经有一改啊，我都爱过落去啊。老大，我来走。就老母你主笔下存。老母你主笔下存，我愿意随你的主名，下官救助，救了官人。老母你主笔下存，我嘛愿意支持你的主名，下官救。汤其实就是活着的人一生所流的泪，因为每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会落泪或喜或悲或痛或恨或愁或爱点点点点点点点。孟婆将他们一滴一滴的泪收集起来，煎熬成汤，在他们离开人间走上奈何桥头的时候，让他们喝下去，忘却活着时的爱恨情仇，干干净净重新进入六道，或为天，或为人，或为畜。不是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喝。
法。那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所谈的内容，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想要发问的？现在我们可以，现在这个时间可以。平常我习惯，大约会2到3，我每次演讲大概习惯2到3个小时。那所以今天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很快速的在今天早上把我所要讲的东西很快的把它讲了一遍。那我在想可能会有什么疏漏的地方，或者是说我有说要提的就忘记了有没有这些？或者是说你在各位在教读经的时候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在教学的过程里面有需要我们大家出来，就是说可以拿出来大家讨论，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吗？好，很好。相信各位以后一定会教出很多品德身心优良健康的国民。一定会，因为今天我才跟那个台湾市读经协会的那个理事长和理事长，我们在赶去那个永康的路上才谈到，说现在这是一个好现象。怎么说是一个好现象呢？因为以往在政府很重视文化教育的时代的时候，民间反而是自主自动自发的力量不够。可是现在在政府，对于这种就是这种读经教育要不是真的很重视的时代里面，竟然有这么多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没有这么夸张，谢谢，没有这样的，愿意就是说奉献出自己的时间来为这个读经教育来努力，表示我们民间怎么样自我觉醒、自我觉悟的能力已经够了。我相信这种力量才是真正基层的力量，才是真正基层的力量。而且如果支持以后，如果政府有这样的政策的时候，民间的共识才够强。我相信这股力量到时候如果影响到甚至未来政府立法来支持这种之一的时候，一定对整个它的未来的延续性、它的时间的长、它的深远、它的深度跟它的宽度一定会更够。因为包括到我们现在在座有很多小朋友是读经上来，然后有很多是在教小朋友读经的，所以怎么样？民间已经先接受这些教育的思想，然后才由政府再来推动。我们难是难在什么东西？难在例如说像交通法规啊，政府推出一个新的法规出来，然后民间根本都不适应，然后政府还得要来强制执行。例如说，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我们最近不是郝龙斌郝组长，那个卫生所郝龙斌郝组长叫我们要我这个推动的政策禁用塑胶袋，有没有？民间的反应的力量就很大哦，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大家对于环保的这种概念已经都有了一个概念了，这长时间的民间10年、20年的酝酿的时候，政府一旦推动这个政策的时候，怎么样？就推动的非常的成功。我说为什么会成功呢？因为很明显的，当农会跟渔会他们撤除的时候，农民民场接手的时候，那时候农委会的这个主管就要下台。可是为什么当要禁用塑胶袋、限用塑胶袋的时候，这些塑胶业者10几万人上街头的时候，卫生署长没有下台？因为实际上政府是真正的变成了少数人的声音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政策的推行一定会又深又广。OK， 来，我们今天就先直接开始我们的诗经。诗经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在教儿童读经的过程里面，很多老师喜欢教唐诗。我觉得唐诗没有诗经来得好，唐诗没有诗经来得好。为什么？因为我个人的观点，因为诗经是你可以看得到上古时代那种民风淳朴的一种现象。上古时代民风淳朴的一种现象。反而唐诗它是比较，唐诗它应该是，我都跟大家讲说，唐诗你要教唐诗可以，而唐诗是怎么样？唐诗是
到我讲话声音还不够，没有以前在部队里面，这张效率蛮强的啊。我还在救国团里面带过思想活动，所以说这种几千人的场合，麦克风突然间停电了，我还是有办法讲话让各位听到。后面听得见嘛？哈，好 OK。所以常识是一个人他在经典的内化之后，到达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之后，他反应过来的。所以怎么样？你今天要去了解唐诗它整体的意境的时候，你可能四书五经的基础也要够。但是《诗经》是怎么样？《诗经》只是纯粹上古时代的民风、民间的风俗的反应而已。那我们可以看一看上古时代那种道德还是很淳朴的时候，人们对于情爱、对于自己父母的、对于那种七情六欲的看法。所以我比较赞成那个老师来教《诗经》。要教唐诗的话，也可以，教唐诗也可以啊。不过我还是鼓励大家教《诗经》。那我现在今天我尽量的在剩下的40分钟之内，教各位唱几首比较简单的《诗经》啊。我会的曲子有12种调子。那它这12种调子呢，你只要《诗经》拿出来，这12种调子套进去，比如说欢喜的有欢喜的调子，那你只要看这一首《诗经》的内容，它是在叙述比较高兴的，还是比较哀伤的，你只要把这个调子套进去，因为它是谈到的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的，把它套进去就可以用了。OK， 我们先用最简单的，虽然它最常听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很简单哦，常听到、常看到，对不对？现在唱一遍，然后我唱一句，各位跟着我唱一句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曾子行采，所有留之。窈窕淑女，无为求之。求之不得，无为之故。有才有才，三端反射。曾子行采，所有采之。窈窕淑女，行者有之。曾子行采，所有留之。窈窕淑女，终不乐之。关雎。没有鼓掌，下一首不知道怎么唱。再一次。这一次的鼓掌是为了先民祖先们的智慧所鼓掌。为什么？因为没有先民祖先们的智慧的话，我们唱出来就绝对没有这么好听了，是不是？所以说，实际上你唱中国人的东西实在是内涵非常的深厚。这种对于男女情爱的叙述，它非常感受非常的丰富，有没有？可是怎么样？就像孔夫子说的，怎么样？关雎怎么样？淫而乐而不淫嘛，对不对？这种就是他快乐，他有让人家觉得很快乐、很舒坦，可是怎么样？却没有那种邪淫的感觉，就是这样子。OK， 来，我唱一句，各位跟着我唱一句啊。关关雎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河之洲，窈窕
班可能之前读经读得够了，所以说智商比较高一点，对不对？稍微比较快。来，再来，求之不得，注意听哦，注意听这边，求之不得，寤寐思佩，有该有该，三观三德，对不起，有念配对不对？哈，这是以前我们的教，我爸爸教我的那个古音，就是念配的，寤寐思佩，中琴瑟九诗，我们以前念琴瑟一诗，这可能是因为我爸那个朋友教我的时候，他是汉人嘛，所以他说他的腔调，那我就习惯着唱他的腔调，所以寤寐思服我都有时候会唱成寤寐思佩，对不起。那我再唱一遍哈，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该有该，三观三德。这个求之不得要唱到要有顿的感觉 ，OK。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好。好，来，求之不得起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该有该，三观三德。后面生之现在，这个就是跟前面的生之现在是一模一样。那后面可能就不用再唱了，好，我们就把这边这三句再唱一遍，来。关关，我们一起唱吧，对。关关，学生都听话了，虽然没说开始，不过很自动，很加分，学习的精神很好。来，关关起来，关关祈求，在何之中，遥遥数里，心之好修，本是心态，所有有之，遥遥数里，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该有该，三观三德。好，继续。本是心态，所有来之，遥遥数里，心乐有之。继续。本是心态，所有来之，遥遥数里，终不得之。这个后面这个热字要慢一点 ，OK， 因为要结束了嘛。终不得之 ，OK， 不错啊，你们真的唱得很棒，很好听。你看，其实我都跟我的朋友说，我都跟在读经的朋友说，你们注意听，当人类这个诗经啊，它这些词跟它的曲，老祖先写出来的时候，包括它的曲，让人唱出来的那个感觉，就是很真诚的男女的情爱，没有一点点那种矫揉做作，从这个地方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我都跟朋友讲说，我爱死诗经了，我真的非常喜欢诗经。好，所以我们再来把刚才的关雎跟咏感句再来表现一次。我们从头唱到尾了啊，来，关关起来，关关祈求，在何之中，遥遥数里，心之好修，本是心态，所有有之，遥遥数里，
看，弯弯曲修在河之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是什么？所以你要让你的小朋友读经，他才知道君子，对不对？否则的话，他只知道说这边是君子而已，对不对？那还有要让你们小朋友怎么样去欣赏音乐，好的音乐，交响乐或是国乐，否则的话，他怎么知道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中国的教育是怎么样？读经教育是一个全人的教育，全人类的教育，包括他的精神，包括他的精神的层次，包括他的音乐，包括他的，对不对？包括他的音乐的欣赏的能力，包括他对于人生价值观的认定，都是必须在同一个时间去建立起来的。OK， 来，还有要不要在上面？你们要不要？来，上来。来，他们也有慢跑，这是比较轻快、比较活泼的。那不用抄没关系，因为你只要回家找到那一本《诗经》，就可以找得到，应该是第94首跟95首。那我多厉害，无论读书读到是第几首背起来了。那个《诗经》里面的第94首是也有慢跑，第95首是真会。那这两首是比较轻快的描述。我先唱一遍，也有慢跑。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声位就不教了，声位就不教了，我们就直接教到我最喜欢的鹿儿，我最喜欢的鹿儿，来。我要唱歌了。大家暖身一下，没事。好。野有满草，林路传奇，有美丽人心相欢喜。街头相遇，是我缘起。野有满草，林路朗然，有美人宛如新娘。街头相遇，于是街上是这样的。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往后如果你要帮小孩子取名字的话，《诗经》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真的哦，你不要给他取叫做什么慢跑。你可以叫新娘，不是很好听吗？对不对？比如说姓郑、姓严，姓杨都姓郑、姓林，林新娘、郑新娘，好不好听？好听，对不对？李新娘、王新娘就很好听啦。有美丽人宛如新娘，是很好听，对不对？来，我唱一遍，你唱一遍啊。野有满草，林路欢喜，唱。野有满草，林路欢喜，有美丽人心相欢喜。唱。有美丽人心相欢喜。街头相遇，是我缘起。街头起来，街头相遇，是我缘起。后面一样，第二段一样啊。来看一遍啊，也有从第二段开始，这边这里也有慢跑。再说真的不要给你小孩子比较慢跑，正慢跑。这里也搞好了。好，来第二段啊，野有满草，林路朗然，唱。野有满草，林路朗然，有美丽人宛如新娘，唱。有美丽人宛如新
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像新娘，宛如新娘那种感觉。好，来，我们再唱一遍。夜有满场的来。夜有满朝云路花如洗，有美丽人新娘欢喜。天我相遇，是我愿心。街头注意听啊，街头相遇，是我愿心。轻快一点 ，OK， 好不好？来，接下来哈，从夜有满朝第二段开始，我不要让你有机会表现，你唱的比我好，以后我就没机会了。来，夜有满朝的，来，夜有满朝云路朗朗，有美丽人宛如新娘。上这种课就真的很有成就感，你知道吗？20分钟就可以教2首了，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又愉快。接下来真味，我现在看时间应该可能是来不及了，因为我比较喜欢教人家入额，因为我觉得现在孝顺的观念比较重要，真味哦，好，我上一遍。谢谢啊，我没有练习教本身你是有多大，我会不好意思会演。我说真的很感激你们，因为我学了这么久，这是我第3次有机会在众人面前唱这个。对不起啊，我唱到吓到他了。真味它是男女合唱的，好，所以以往我在教小朋友唱的时候，小朋友都比较没有办法，因为真味比较不容易唱。我唱一遍。真味。放欢欢喜，是雨，放映晨曦，这边是女生唱的，明月万物啊，男生是月地足。天王万物啊，为之万海虚天落，为之一起相约，生之所料，生之所愿，它是要念要对不对？对，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但是我唱习惯了，然后以后你们要唱要唱要，不要跟着我学。好，第2段也是一样啊，真与味，了情清晰，是雨，阴晴意，明月。万物啊，是月地雨，天
到人家唱在丧礼上面，我有讲过嘛，对不对？哦，那你就讲当做没听过啊，我知道要怎么讲下去。上次讲的时候他也在场啊，但有一次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大概10岁11岁左右的时候，我爸爸的一个朋友姓林啊，林贝贝他们家是从大陆一起过来的，包括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们都有过来。然后他的母亲先去世了，后来他那一次是他父亲的丧礼。那父亲的丧礼上面，我爸爸就带着我们去参加。那林贝贝他本身也是那种以前是小时候已经有师傅出来的，所以他本身的文学造诣还不错。然后当人家念完祭文之后，啊，他是大儿子嘛，他就出来唱那个鹿儿，唱给大家听。因为前一场跟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就是那一次才爱上的，我就觉得其实真的很好听。他父亲的丧礼上面他唱鹿儿，然后唱到他自己，然后哽咽唱不下去，然后他还是坚持后来把它唱完了，那个场面真的不单纯。我们现在的丧礼哈，就是有五子枯木啦，要不然就是什么歌舞团啊，现在更夸张一点就有钢管啊，这真的是差很多。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有没有？我们对于文化跟礼上的差异。所以我希望不能说希望有丧礼，这样太夸张了。我就希望说以后很多是有这样的差异，还是有这样的差异。我唱一遍，时间好，太多。来，路着飞蛾一号，爱爱慕慕，什么知道？路着飞蛾一尾，爱爱慕慕。明知情，为对之事，见明之人，不如自己就义。无故何怒，无目何事，出者先去，入者必进。不信什么？不信去我，从我去我，掌我取我，故我故我，出入我。欲报之者，好天忘记，山山烈烈，晓风烈烈，明末孤独，我独可爱。南山月月，晓风烈烈，明末孤独，我独他让人家觉得，我觉得很好的地方是在他对于那种回到家里面，他这种就是从那边什么父亲生我，母亲娶我，父我去我，长我育我，故我出入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真的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那个时候看到他这样子的这种表现的时候，我才知道真的可能父母亲那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1岁
是我只知道说父母，可能父母亲的恩真的是很伟大，就没办法报答。所以后来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才很认真的去，我又很认真的去想过这种路，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种。希望各位，如果父母亲都还健在的话，有幸父母亲还健在的话，要好好孝顺自己的父母，对不对？不要说欲报之德，好天猛，然后你才会得报，我们不知道要去哪边报，那就真的很麻烦，对不对？好，来，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哈。噜噜者唱，噜噜者飞鹤一行，飞鹤一行，哀哀哀哀呼，生我去老唱，生我。民莫不顾，
开玩笑的。今天下课回去就放不起来了。来，我知道这个很不好学哦，这一点必须承认的。所以说，到时候3次我在另外一边帮他们上很简单的上的这个诗经的时候，最主要的我只是希望大家喜欢诗经，开始喜欢诗经，你会觉得诗经真的很棒啊！比你唐诗来讲，诗经不会让唐诗可以唱诵，诗经其实也可以唱诵。那我这边有那个录音带，录音带 CD 啊 ，CD 诗经的 CD， 到时候我在这边的地址，我到时候再寄过来。那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再来编。那个是有版权的，所以我们就私底下大家被流传就好。那是我爸爸的那个朋友，他是之前的那个高雄师范学院里面的中文系的教授，他找他们学校里面的国乐社跟合唱团，然后他把他的调子看给他们听，他们国乐社帮他编，编完了以后合唱团帮他唱，这样子，所以唱得很好听，比我好听多了，我是破我嗓。所以说到时候我们喜欢的，开始喜欢的这个诗经的时候，我们再来听这个诗经的CD，然后再一首一首。那主要的曲子12首曲，希望以后我们的读经班里面大家还能够除了唐诗以外，还可以选择诗经来教。OK， 好不好？好，来，那这样子就算了，就不用再唱了。好，我们唱一遍啦，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这一遍唱完就下课，好不好？好，来，噜噜噜起来，噜噜噜飞了一场，哎呦，什么雨啊？
系我们这一个研习会，就是台南市的竹经协会的理事长何理事长，他每次都给我们帮忙协助很多，我们请何理事长。各位同学们，大家好。理事长。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大？有啊，挺热哦。啊，人讲打不过到起来用哦，人家都不菜哦。啊，因此我们今天这个单位哦，在办这个儿童福利，相信各位老师心理上充满着动力，按照要大评哦。在台南市读经协会，它的宗旨，小孩子一定要读经，咱大人嘛爱读，最起码要亲子游戏，因为讲我是一个家长，那我在带我的孩子的话，只有动力测试而已。那我们这个单位现在一在动的话小孩子就期间在拿着刷了就习惯当做，我带着嘛所以你看咱现在今后就是讲，就是讲咱即摆这个刷大家拢学起来啦，都无遐习惯这个环境嘛都坏。所以咱今天这个单位在办这个活动，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整天的带下去，然后去处理不是平视而已。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有信心。那在推广这方面，这个大原则问题咱唔惊啦，咱唔惊，因为咱这个儿童读经人讲足自然的，我讲阮遐有一个家长，阮读经协会迄个总干事林查囝伊咧在中国去，伊即摆是咱有咧推广这个英文读经伊安怎用呢？在时伊若要困觉之前，伊来放这个录音带。因为即摆伊的迄个说精神查到袂歹虽然在咧推广这伊即摆在时伊来放，按时咧困的时伊来放，回过来之前有时伊妈妈感觉拢足久怪，伊才会讲这个话所以我是讲伊甲咱讲，咱对这个读经咱都要这样用。再到各位了解需要这方面的资讯会到我们读经协会那边有一些他们的心得要跟我处理我们可以当去跟我们学姐跟我们指导他说要有一种讲就是讲，咱去上海囡仔之前咧讲伊挑食是爱在囡仔慢慢做我们这个是爱家己意识观念，囡仔伊就做到，你今仔来讲这个乌班是对的，就是讲对，你不能讲你不能自己来带囡仔所以咱从这个点咱今仔迄个正老来讲这个事业有限之间这它是一个什么的一个企业因为你若是讲，我常咧讲咱像咱曾经咧讲叫咱用一个迄个儿童读经的迄个设计迄个读经班其实是迄个读经协会我们推广地方推广一段时间起码稍微有一些成就就是讲安怎呢有人因为伊就是执着伊是这个读经，所以去成立一个幼儿园，伊是想要趁钱，但伊经营唔好。有人迄个你看太过起来啦所以大家就是讲，我安怎好，我来做选择读经，我安怎坚持我自己这对比较是一个在所以我希望咱大家对咱家己一定要信心。中国人咱对11世纪它是咱的，即摆比较多人较多。咱平常都要推广读经，咱若家己有个成就，咱以后要造成，咱也好抓去做。谢谢各位。现在谭老师，再请谭老师给我们提供最后的一个宝贵的结语各位前辈，各位班上的同学，大家好。不好意思，我以前刚在做我们在平常活动，所以站起来拿到麦克风不刷爆，我会觉得很难过。我最得意的门生就是期待有名某个编剧，这是我教出来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说这是读经的功用。这是我
我们的思考的能力会变得比较灵活，而我们可以从一句话里面去衍生出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出来，因为这东西要听在有灵哦。但是我要讲的重点不在这边，真正的重点我是觉得，第一，我觉得真的非常高兴。现在的读经的盛况，就是当年我的理想。我当年在我念书在我当兵念书的那段时间里面，我就已经曾经想过，未来我希望能够教一般读经班30个学生，这30个学生长大以后变30个老师，他再教30个学生，这样子我就有900个，然后这样子一直传播出去。只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么快就成功了，但是我并不，当然是跟着大家一起努力的。所以读经这种事情是一个，也要感激各位，因为让这种梦想提早能够实现。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每次都在谈读经的坚持，怎么样坚持？其实我们不用坚持。各位知道，修行这条路，我们只是找回我们原有的东西而已。所谓的修行，只是把我们原来的那颗摩尼宝珠的光明重新展现出来。读经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我们只是把原有的属于中国的教育，再重新的把它展现发挥出来。所以请各位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我相信下一代的小朋友，当他30、40岁的时候，我们中国不管是政治、社会、经济任何一方面都是非常的清明，我们可以看得到世界未来的希望就在这边。谢谢各位。由以上各位老师的一再的提供他们宝贵的经验、心得，还有智慧的结晶，会受大家一致的肯定。每一位在座的人也是一致的认同，对不对？你肯定，我肯定，大家一起肯定。你努力，我努力，大家一起来努力推导，好不好？好。不要忘了，不是只有教小孩子读经，我们家庭要读经，大人也要读经。好，我希望我们的家庭更怎样？歌声、笑声、读书声，好，这个有更好的一个读书环境。回去呢，教育不止儿童读45经，也可以音乐读经，啊，也可以呢，父慈子孝，修有弟恭的读生活道的经，这个是不是最好？父慈子孝，每个家庭父母引导的最好的一本日常生活经，这样是最棒的。这个孩子的以后的这个素质，还有孩子的教育一定非常的好。那就是呢，我们以前种的，所以那个经也要用在我们身上，没办法，所读的如果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我们一生就受用无穷。另外呢，我们是跟这个宗教跟阿弥的贵安是讲的，就叫老师就给你把它供问出来，好，对对对。因为呢，家里呢作为老师，大家很合作，非常的好。俺国家包括中国，未来咱的国家在进步，然后领导和团结，也不一般的。所以咱已经克服完他万难，应该是10年前，咱就该开始落实这个看。不要紧，咱现在在落实，不可怕，完一直来学校的这个古装剧、大约吧，其实都泰国放在国内做过，有泰国用过，现在现在大约已经把咱这个输出方面也提到很多，也对小学就开始。用在做教过程中，我
有过来把所的时候，拢已经方便。啊，这就是啥？咱就是所以因此，咱未来我们中国人，咱一贯都，只有国民的时代，这是很重要，对吧？所以咱唔通看别人大事情，咱未来充满了希望。咱前老师讲，这届中国人有叫天过的方式，咱中国人绝对袂输啦。咱祖国的话，这个福建省开始5000多年来的数，这种真正这是真正先进的科技，对吧？先进的科技，咱无外去发挥出来，唔看见发挥出来的原因是啥？因为这阵西洋先进的国家，我大家已经是公平生活武器，还提个用价，这将来就会出版。这个发明者是才讲，去做去会使甲讲，唔知几万代子孙拢来去搭上，对吧？所以中国，咱的现实对现就是用伦理做嘅，所以伦理无法度人坚固的话，科技就是比较发达，科技发达是世界的发展，人类的发展，所以这么样咯，原来是咱过去现实的看法，它变发达，所以社会有新的人。拢家己安尼自我安怎？自我家己袂输讲，咱真正咱历史遮悠久，要咱中国人拢家己安尼看，看到拢无力，有当好汉听着讲，毋是看不起，是找无这个人传，对不对？自古以来这个大道嘛单传独修，毋是大家拢会当对人，对吧？你讲的是那较早的科技，咱若安尼连传落，咱中国爱负担住迄个责任，唔上好。所以咱中国个性的这是天，这是天。怎么来？咱的伦理道德，咱的一贯天道的真理，看全面性，这是天。来新闻若搞，你连这个教嘛教不了，你这个讲嘛讲不了。日经来读本文9月上经，前元兴历经，初九占良的阳，9日献良在田，李见在田。93君子将日天息铁6无咎，94血液在因无咎，95飞良在天，李见在人，上9抗良有悔，上9见军良不朽节。传话再在天元，万物自是乃通天，分行有时，天物地行，在灵常时，若为时行，时行若良，以如天，天道变化，国境性命，保合太和，乃理经。小出事物，万国含灵，相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识善良不扬，阳在下也，欠良在田，即是土也，将之清田，欢合得也，
在焉，心无救也。飞龙在天，在人可也。抗良优惠，行不可救也。永救，天地不可为修也。文言话，管家先之重也，天下大之和也，理家理之和也，天下事之干也。君子批人，足以中人；大会足以合理，礼物足以和义，经过足以善事。君子行处事别下，国话田园兴地兴，何久贤良不用，何为也？是话良德利恩者也，不有何事，不行何名？温事不问，不见事而不问，不要行事，要即为之。他何其不可挂，贤良也。有字话，贤良在天，利见在人，何为也？是话良德利性中者也，用言之行，用行之信，hand下准之行，先世利不法，别托利化。一话贤良在天，利见在人，君德也。第三话，君子将日勤俭，切略乐不救。何为也？是话君子尽的事业，良心所依，尽德也。修福立之行，所以故业也。知，可有知也。知将知，可有正义也。是个故上为利不骄，在下为利不忧。各天天有的是利去，谁为无救应？在边无边，这为也是话上下不相非为邪也，进退不行非利滚也，君子尽的事业，若的事业，过无救。骄傲或非良在天，利见在人，何为也？是话当相相应，当体相救，最就是破就是混将良，康将好，性人作利，难不动。任何天下倾向，任何地下倾下，皆各种之利也。上九话抗良优惠，何为也？是话君利不为，非利不明，贤人在下为利不富，是以当利优惠也。贤良的用下也，贤良在天是下也。善的勤俭行事也，学业在焉是去也，亏良在天相比也。抗良优惠强之在也，天管永久天下之也。善良的用之渐长，贤良在天天下文明。善的勤俭有时改行，学业在焉，天德难得。
飞龙在天，咱为何天敌？抗良优惠，不时改革，天官永久，乃见天节。天官者，是兴者也；理经者，性情也。天时灵异，利利天下，不言所理，在于在。在天下，光见正正，天垂清也，良牙发挥，当通静也。虚心的良，亦有天，分行无事，天下平也。关注以行德为行，亦可见之行也。天之为人也。论理理天，天理理行，是以君主合用也。君主合以自治，论以编制，宽以固制，仁以行制，亦话天良在天，利见在人，君德也。第三，阳光理不彰，上不在天，下不在天，各天田，应的是一天，随为无救应，就是阳光理不彰，上不在天，下不在天，上不在人，各歇字者，理字者。各无救，苦在人下，无天地合其德，无日光合其明，无事时合其事，无归行合其必险。先天理天为，后天理后天时，天天为，理后有人好，后有归行好。孔子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准而不知动，知德而不知丧，知以性人好，知进退尊王而不是知见者，知以性人好。关注有望，先别何地，处理自然之变，广博上顶，安静节，穿滑自在空观，万物不相，乃顺成天，安好百物，即刻不僵。含行广大，天不含香，顺马地雷，行地无疆，有顺理将，关注有行，身得失得，何顺必祥，虽然必定，乃有理行，当不上顶。乃将有权安静世界，应得不僵，相话地势宽，关注以后别在问，他了衣裳跟边子，相话衣裳跟边因是营养，顺地基的地跟边呀。六字是康大，不是不利，相话六字之中第一康呀。
方向完结，生活方向完结，文在中也，上了两善有也，基血现行，生活两善有也，基道中也，用了理应性生活，用了应性以在中也，文人话。观自由理方也讲，自经理直行，何必自理忧伤？含万物理化工，坤道之顺和，先天理事行，一生之家必有无情，一生之家必有无用。行持之君，自持之父，非一表一色之故，其所由来者相异，有变之不作变也，亦或理当根定之，盖然顺也。一机正也，方机义也，君子敬以一类。义以行为，敬义律理直不高，是康大不些无不离，皆不离是所行也。因随有理行事，以将往事复感行也。邪道也，邪道也，心道也。邪道不行，理大有将也。天地变化可不换，天地比天人运一化，发扬无求无有，盖然之也。君子行中同理，性为固体，理在其中。理常有事之，法有事业，理之之也。因义有言必正，分之险有无言也。各清凉应，有利利之人也。各清黑应，非行红者，偏道之责也。偏贤之地行。知道端，观现理将，不用有昂，理见和传话，观光柔虚当理难行。然后相中在先经，理物之中观营，天可科满，理更合理不灵。相话，魂理敦，君子以敬人，何久宽缓，理固正，理更合。相话。随团环，其行正也；以贵下善，在德理也。略字真如真如，行马般如，分可分果，如子正不如，是人乃如。相话，略字自然成功也。是人乃如欢祥也。六三，这个无故一日不灵中，君子之不如下王令。相话，这个无故以将前也，君子下至王令中也。若是行马般如。有分道，安结无不离。相话，有理安灵也。有闹，天地歌，小正结，
向，生活本之歌是离公也，上了乘马班如，接下连如，生活接下连如，可可中央。三分房。帮忙叫我，他对他再三上，我接不他，离经传话，忙山下有险，险离子，忙乡，一乡乡是江也，跟我叫帮忙叫我。是用也，初四考以公中也，再三道十节不考读王也，王一样正先公也，上话三中出战，王君主一个行欲变，除了发王利用行人。用法即考以安人，上话利用行人以正法也，就是包容家、立户家、自客家，上话自客家防止着也。3. 利用妇女见政府，不要讲。无有理，相话不用妇女行不顺也，若是困难的，相话困难之理，若还是也，若我当忙嘅，相话当忙之家，天意顺也，上九即忙不离无靠，离无靠。相话利用顾客上下水呀。
听呀，骄傲所有就是经典，生活就是经典，以标准呀，上了入学有不足之缺。三人来，经济相见，生活不足之缺来，经济相见，谁不当为理在是呀？大人不留下大川，川话上江下险，险离间，上一呼是贴边的，讲来的不讲呀，上不可行呀，理见大人上边行呀。不理下大川，日有烟呀，上话天有水对行，上君子以作事无事，错了不应所负，孝有言相结，上话不应所负，上不可表呀。随孝有言是变灵呀，就是不可相，虽离多，其一人300号无性，相话不可相，归波传呀，私下相相，欢喜集呀，若三是旧德，相热相结。是将安师不行，相话是丢的，相的呀，就是不可相学结论，不安相结，相话学结论，不安相不是呀，骄傲相关结，相话相关结。以中正呀，上九设是宽大，相表3体是相话，以上受好，也不足正呀。
小厝无叫，相话书小厝无叫，二是上夜，两我前有琴，二十元无叫，相子叔叔，下子有时相向，相话相子叔叔以中行也，下子有时事不同也，上了大官有名，开国成家。小人不用，相话大官有名，以正讲也；小人不用，必乱当也。水地地。应将无叫，这边风来何互相传话，是吉也，是虎也，他顺将也。原是原应将无叫以公中也，这边风来上下应也，何互相记得上也。相话地上有水，是先王以前万国千诸侯，错了有夫，是之无救，有夫应好，将来有他结，相话是之错了有他结也，若之是之做内千结。相话必须做内不做实也，若三必须非人，相话必须非人不也相好，若是为必是先结，相话为必有贤以将相也，有貌。天地安阳三区，失前情，一人不改也。相话天地之格，为正将也。夏日出生，失前情也，一人不改，相思中也。上了，是之无受相，相话。是之无受，无法将也。相
正式也，若是有夫黑气贴出，无叫相话有夫贴出相合之也，叫我有夫乱如苦意之人，相话有夫乱如不得苦也，相救事物之处，相别在夫经的日望官司相相，相话事物之处，别在也，关注经相应所宜也。天定你可比不得人先看话你讲呀，一日用好强是以你可比不得人先讲表情，你这为例不就光明呀？相话上天下天理，君主以正上下成理智，可救所女望不救，相话所女之昂，或相关也，就是你的谈谈有人性。